哎呀，不下蛋的母鸡怎么不去死啊？活着连累家里的女孩们。此时，湾月村村尾靠山的一栋半青砖半土坯的老房子内，传出了一阵又一阵的哭声。哎呀，月儿啊，娘回来晚了，都怪娘啊不在家。要是娘在家的话，凡是那个老钱婆肯定不敢这么轻易的作践你。你快醒过来吧，等你醒了，娘就带着你去讨公道。只见一个身穿灰色麻布衣裙的老妇人正软软地趴在破旧的木床边，然后对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人声泪俱下。她的身后还站着2个妇人，其中一个稍年长一点的，此时脸上一丝悲痛的样子都没有，一看就知道是个表里不一、人前人后两样的女人。而这个人就是冷家的大儿媳李来娣儿，而另外一个年龄稍小一些的，便是冷家的二儿媳林花，人称小林氏，是林婆子娘家堂兄的二女儿。月儿啊，你快点醒醒啊，你快醒醒啊！娘后悔了，娘不该让你嫁给王家呀。林婆子还在痛哭，这时外面走进来一个高大的汉子和4个孩童，2男2女，最大的男孩有9岁了，最小的是女孩，也有5岁了。只见其中一个稍白净的男孩子童言童语地朝着林婆子安慰道：奶，您别哭了，再哭下去身体会不好的，红儿不想您身体不好。这个叫红儿的是冷家的二孙子冷玉红。红儿啊，你姑姑生病了，你和奶一起喊喊她，兴许你姑姑听到你的声音，她就醒了。冷玉红对这个姑姑也是有一点喜欢的，于是走过去床边，对着床上的人喊道：姑姑，我是玉红，你快醒来吧，奶奶很伤心，你醒来奶奶就不伤心了。姑姑，你快醒醒，快醒醒，醒来我带你去山上摘野桃，现在的野桃可甜了呢。娘，饭菜做好了，我们要不先吃着，不然等会儿饭菜馊了。吃，就知道吃，你妹妹都快死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吃？哼，我就不赛几天，你妹妹就跳了河了。说到底呀，你们这几个在家的大人全都有责任。要是被我知道谁和其中有关联，我必不会轻饶了他。林婆子边说边站起来扫视众人，眼神凶狠。李来娣见状，身体随之不自觉地抖了一下，幸亏她面无表情，不然就被一向眼尖的林婆子给发觉了。冷月是被吵醒的，一向最讨厌别人聒噪的她，好想给他们一人一巴掌，让他们不要吵了。她这时还以为自己还在她23世纪的豪华公寓里，可是突然想了想，不对呀，她好像前几分钟在公寓里喝了一杯开水，然后没几分钟就倒地了。倒地之后，她似乎看到了一个稚嫩的少年朝着她走来，她想看清楚他是谁，但是奈何眼睛渐渐无力地闭上了。也罢，死了便死了，反正他的钱在他死后也会捐给国内的所有孤儿院，也算是功德一件。但是现在又有了意识，是咋回事啊？难道他没死啊？被人给救了？他想到这儿，突然用力地睁开了眼。这个声音把除了林婆子以外的众人给吓得连连后退，就差跑出去了。你们都给我滚过来！跑什么跑？睁开了眼。
个声音把除了林婆子以外的众人给吓得连连后退，就差跑出去了。你们都给我滚过来！跑什么跑？再怎么诈尸，那也是你们的家人，有什么可害怕的？不过，呸呸呸！我们家玉儿还活着呢，怎么可能是诈尸？此刻任凭林婆子多么严厉，他们都不敢往床边靠去，就一动不动地待在房间门口。林婆子也没心情理他们了，独自走到床边，然后坐在了床上。她的眼珠转动，目光有些清冷地看了一下房间。入眼的是一间破旧的闺房，握着她的手闭眼哭泣的是这具身体的母亲林英，村里人称她林婆子。记忆传来，眼前的这个妇人17岁出嫁，在30岁的时候丈夫就生病死了，现在45岁，也就是说在最大的孩子才13岁，最小的孩子才3岁的时候，就独自扛起了养家糊口的工作。也就是因为这些，她养成了泼辣精明的性格，村里的人都不敢轻易招惹她。既然已经没有回头路，穿越过来了这里，那她便接受吧。月儿啊，你醒了，娘在这儿呢。随后朝着门口的众人喊道：哎呀，你们快过来，月儿醒了。众人一听，以为幻听了，然后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愣是没有上前。你们这些个蠢货，我都说月儿醒了，你们耳聋是吧？要不要我过去治一治啊？小孩子怕他们留下来吵闹，林婆子就让他们出去玩了。剩下2个儿媳和大儿子冷山，看到他们娘生气了，赶紧麻溜地跑过来，个个都伸头进去床里看。冷山憨憨地说道：小麦，嘿，你终于醒了。小麦，嘿，你终于醒了。你等着，我去煮粥，等会儿给你喝。说着就跑出去了。冷月知道这个汉子是他这具身体的大哥，记忆里他为人憨厚，不会说话，所以话少，但是会干活，执行能力强，对原身也挺疼爱的。小姑，你醒了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郎中说如果你醒了就没事了，只要按时吃几贴药就好了。小林是见他没有回应，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已经习惯了，他一直以来都是话少，而且对谁都是冷冷淡淡的。这个时候冷月坐了起来，目光突然刺向站在后面的李来弟儿，把李来弟儿吓了一跳。就在他以为不会出什么事的时候，一道犀利又冷酷的声音传来：叫他滚出去，不要在这里碍我的眼。月儿啊，是不是他做了什么？李来弟儿顿时面色苍白，跪下哭哭啼啼的辩解：哎呀娘，我哪里敢对不起小姑呀？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，和您大儿子一样，是一心只做事的人。哭啼啼的辩解：哎呀娘，我哪里敢对不起小姑呀？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，和您大儿子一样，是一心只做事的人。滚一边去！你什么人不知道吗？哼，外人可能是这么认为的，但他是谁呀？一家之主，家里的一针一线他都清清楚楚。他让我去死。林婆子一听，顿时气得跳脚，把他打得双颊红肿。好啊，李氏，原来是你害着月儿投了河。我就说咱们月儿再怎么样也不会轻易投河的，原来是你在他耳边说这些恶毒的话。我没有。呸，没有？你骗得了别人，你可骗不了我。这么多年，我看你生了2个孩子也不容易，对你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连你偶尔偷偷拿家里的粮食和银钱接济你娘家，我也没说什么吧？毕竟你父母把你养大也不容易，可你呢？趁我不在家就这样对待你小姑子啊？除了她性格有点冷淡之外，她未出嫁前从来没有针对过你。这要是换了别人家，那小姑子不得整天让你伺候着才怪。李来弟儿默默的不作声，一看就是嘴硬的很。不是大嫂，你也太不是人了吧？
这种事你都能说得出口，真不知道你在娘家的时候，你爹娘是怎么教你的，居然如此恶毒。我爹娘怎么教的也不关你的事，我是你大嫂，你这样子对我说话就是不敬，你的教养又在哪儿？不得不说呀，李来弟这种人，你不比他狠，不比他会说，是占不到便宜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村里一向有贤惠的口碑的原因。你什么你？我说的不对吗？哼，好啊，李来弟，你能耐上了，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就数落别人了，我看你可真欠教训。吵死人了，你们赶紧出去解决。好，月儿，你先好好休息啊，娘会解决好的。说着就拖着李来弟出去了，还不忘了让小林氏把房门关上。不一会儿，外面又响起了吵闹声，结果睁开眼就发现自己人已经在23世纪的豪华公寓卧室里了，把他搞得一头雾水。结果睁开眼就发现自己人已经在23世纪的豪华公寓卧室里了，把他搞得一头雾水。他以为是出现了幻觉，便扇了自己一巴掌。结果超出意外，这是真的。可是外面熟悉的吵闹声又是怎么回事？他敢肯定，他确实穿越了。难道说自己的公寓跟着穿过来了？不过也不是不可能，毕竟当时买完它之后，他还给他下了精神指令，万一有爆破和火灾之类的，可以提前预警甚至抵御。不过却没想到被那个教授的私生子钻了漏洞，采用毒药的方式把他暗杀了。因为23世纪的电源已经被大部分能量池替代，每个能量池都是单独安装的，不需要借助任何媒介，一户一个，可以一次性充进10年以上的电能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充了10年的电能，那这个房子就可以无限使用10年。他记得他当时充了20年好像啊。听到外面有了动静，心念着出去，瞬间就回到了破旧的木床上躺着了。为了不想和那些人说话，他索性就闭上了眼睛。林婆子走到床边，看着面前失而复得的闺女，温柔地替她掖了掖被子，还用手小心翼翼地替她撩了撩额前散乱的碎发，弄完这些之后，就静静地看着她，许久没有作声。她的这些举动突然让冷月心乱如麻。她知道这些就是世人所说的母爱，她从小就没有体验过。孤儿院的院长告诉她，她几个月大的时候就被抱来孤儿院了。这么多年，她的父母也没有来找过她。渐渐的，她的性格越来越冷情孤僻，对谁也不理解。其实她现在占了人家的身体，也理应替人家照顾对她好的人。她是冷情孤僻，但不是冷血无情。特别是眼前的这个妇人，她炙热的母爱好像已经轻微触动了她。哎呦，玉儿你醒了，你大哥把粥煮好了，他这次啊也不蠢了，还知道放几块肉进去煮，那味道可香了。哎呀，还有你那个大嫂李来弟，我让你大哥呀送他回家去了。这一次他如果不好好反省自己，就让你大哥休了他，大不了以后你大哥做个光棍，反正孩子也有了。娘，哎，林婆子眼眶又酸了，她今天流的眼泪估计是这她大半辈子加起来的量了。平日里不管日子多困难，她都不会哭，连她的老伴去世了，她也就哭了一小会儿，因为那时候如果哭太久了，孩子们会害怕的。哭什么？那个粥你吃了吧，给我留一点就好。冷月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只好让她去喝粥。哎呀，那个粥是煮给你的，娘怎么能把它给吃了呢？你现在是不是还不舒服呀？
要不娘再让你二嫂去请一下郎中？不用，我已经好了，只不过不饿而已。哎呀，怎么可能不饿呢？听你二嫂说你早饭都没吃，现在都快下午了呀。冷月皱了下眉。行了，我去吃。避免他继续唠唠叨叨的，他只好随了他。见着冷月出来了，小林氏笑嘻嘻地问道：小姑，身体好了吗？我给你盛粥出来吧。不用了，你忙吧。淡淡的说了一句，冷月就去了厨房，林婆子尾随其后，也跟着进去了。月儿啊，娘给你盛，你这身子估计还没好利索呢。盛2碗。听到盛2碗，林婆子以为是她闺女一次性要吃2碗，这个可是身体大好的征兆呀，于是便高兴地点头，然后挥手让她出去院子里头的饭桌上等着。待2碗粥都端过来了，冷月无声地拉着林婆子一起坐下，把1碗粥推到她的面前，然后自己就边吹边小口地吃了起来。林婆子以为是她闺女觉得粥太烫了，想推过来让她帮忙吹一下，她笑着说道：月儿啊，这粥不烫，不用吹，这样的温度刚好。给你吃的，我吃这碗。而林婆子看到闺女突然这么关心自己，开心的眼泪又掉了下来。哎呀，月儿啊，你的心意娘知道啦，粥还是留给你晚上吃吧啊。你这身子呀，估计还没好全，需要多补补。冷月本来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，语气不快地说道：说了让你吃你就吃啊，别说那么多了。见他家闺女不高兴了，林婆子立马识趣地端起粥喝了起来。喝完粥，冷月被林婆子拉住谈话，是关于去王家讨公道的事儿。月儿，你现在也醒了，等你大哥回来，咱们就立马去镇上王家讨说法。你不用操心了，我自己会解决的。那怎么能行？你一个小姑娘怎么解决呀？啊，别到时候你又被那个范氏老钱婆给欺负了。说着话，林婆子轻轻地拍了拍她的手：听娘的啊，娘带上你和你大哥，把那个王和呀打一顿。你大哥呀，头脑是没有，但力气有的是。当初王和那个死家伙求亲的时候斯斯文文的，还和娘保证会好好的对你，结果呢，才1年多就这么作践你了。1年多生不出孩子怎么了？还有人3、5年才生呢。我要是不给你出了这口气呀，我这心就顺不了。冷月见他娘一脸愤愤不平的样子，难得的语气不那么冷淡了。要去的话，明天早上再去，听我的。我想要出去走走。那让大丫陪着你吧。别乱想，我不会跳河了，也不想人陪。哎呀，这孩子。冷月不一会儿就到了山脚下，因为冷家是村里少数的外姓人家，当初逃难过来的时候，村里已经没有地了，所以就安顿在了村尾，也就是离山最近的位置。走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冷月就看到有几个孩童在摘果子，但是他没有理会，一直往上面走去。红子，那个好像是你姑。树上的男孩就是冷玉红，此时的他在树上欢快地摘着桃子，头也不转地说道：黑牛，你指定是看错了，我姑姑还在家的床上躺着呢，快点别墨迹，快接这2颗桃。哦，来了。这边冷月到达了湖边，突然的一条泛着白光的鱼从他的眼前游过，他的手呈鹰爪式猛地插了进去，瞬间就抓住了那条鱼，丢在了草地上。不过抓完之后手有些脱力的发抖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解下来。看来以后要好好的练练了，不然在这乱世只有被欺负的份儿。被抓上来的鱼还在草地上扭动，
目测有2斤左右。由于没有拿背篓，就把它放回了公寓的厨房，放在碗池里，担心它死了不新鲜，还给它放了凉水进去养着。果不其然，刚走进去，就有一只野鸡因为受到了惊吓而飞了起来。冷月顿时控制自己的精神力，往野鸡头上击去。野鸡1分钟左右就晕倒了。他上去把它拎了起来，然后掂了掂，估算着它有4斤左右，也算是个肥的。看来自己的精神力还在，只不过也没有完全融合，大概是1级左右吧。精神力是分5级的，1级可以让小动物昏迷，或者是让人昏迷2个时辰；2级可以让中型动物昏迷，或者是让人痴傻，甚至是昏迷1整天；3级可以让大型凶残的动物昏迷1天，或者让普通的人类昏迷1个星期；4级可以近距离让所有的动物死亡，包括人类；5级可以在10米以内瞬间杀掉所有想杀的人，前提是对方的精神力比你弱很多，如果只比你弱1点，那就只能重伤他。在23世纪的时候，冷月他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3级巅峰，很快就4级了。现在嘛，穿越重生后，又要从1级开始练起了。接着，冷月他又弄晕了3只野兔、2只竹鼠、4条毒蛇。随着动物的数量增加，他的精神力越来越强大，隐隐的有突破1级升2级的迹象。不过这时天色渐晚，大约是23世纪的下午5点了。除了蛇和竹鼠没有拿，野鸡和野兔冷月都放回了公寓的大狗笼里。因为之前养狗，狗去世之后狗笼没有扔掉，想留着做念想，现在拿来放这些野物也不算浪费。冷家的院子里，林婆子看着天色渐晚，顿时坐立不安，于是喊了声：大山呐！哎，娘，啥事儿？你妹妹说出去外面走走，现在都1个多时辰了还不见回来，我估摸着呀她是上山去了，你和我去找一下她吧。好的，娘。哎呦，月儿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娘还想带你大哥去找你呢。冷月轻声说了句：以后不用找我，我自己会回来的。然后就把串着草绳还在跳的鱼和绑着脚咯咯叫的野鸡丢给了冷山。月儿啊，你这鸡和鱼谁给的？难不成你回王家了？他们给你的？没有，我在山里抓的。哇，小妹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大哥我都很难抓得到。冷山憨憨地说道，眼神亮晶晶的。冷月轻笑了一下，然后无声地拉着林婆子回家。带几个人拎着野鸡和鱼回家的时候，几个小孩都兴高采烈地围了过来。没办法呀，这个年代谁都馋肉，看到肉比看到亲人还开心呢。爹，这个肉是我们家的吗？那肯定是咱们家的呀，不然你爹我怎么能拎着呢？傻小子，你要感谢你姑姑，是他从山上抓的。爹，这个肉是我们家的吗？傻小子，你要感谢你姑姑，是他从山上抓的。你爹说的对，是你们的姑姑啊去山上抓的。你们姑姑想着家里不容易，所以才自己辛苦的去山上抓鱼抓鸡。你们看她都累瘦了，以后啊你们可要好好的孝顺她，知道没？知道了，奶，我们会好好孝顺姑姑的。几个孩童齐齐大声说道。冷月看着这戏剧般的一幕，冷酷的脸上露出了无语的笑容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都散开吧。大山呐，快把鸡和肉拿去厨房给你弟妹做了。娘，都做了？都做了吧，你妹妹身体还虚着呢，也需要补一补。哎，对了，等会儿鸡炖好了之后啊，单独盛一碗出来。那鱼也是要拿去给刘铁家，感谢一下人家救了月儿。好。刘铁吗？
冷月的脑子里搜索了一下这个人，不一会儿脑子里就出现了一个又黑又高大的男人，和冷山是一个类型的，都是老实人，但是年纪比冷山小一些。厨房这里，小林氏看到冷山拎着鱼和鸡进来，大吃了一惊。大哥，这不年不节的，怎么买这么金贵的东西呀？是不是娘想给小姑补身子呀？不得不承认，此刻的小林氏有那么一点点不开心，因为他知道家里的银钱不多了，而且现在家里很多都是在靠着他家男人在外面累死累活的跑货。也不是他小气，如果买点肉单独的给阿月吃，他不会觉得什么，但是现在这大鱼肥鸡的，觉得就有点过了。不是买的，是小妹去山上抓的。小妹太厉害了，等有空了，我一定让她教教我。弟妹，娘让你全做了，鸡拿来炖，鱼也是，然后再炒个青菜什么的。对了，娘还说做好了之后，鱼和鸡各单独盛一碗出来，要拿去感谢刘铁家。那好，我知道了。再说村中的一栋四合院类型的土坯茅草屋里，现在是吃晚饭的时候。哎呦，二弟呀，那个冷家的也太没良心了吧！你这都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冷月那个被休的妮子，他们家居然一点感谢的迹象都没有啊！哎呀，真是白费了你一番功夫了，你因为救他还耽误了地里的活呢。说话的这个女人就是刘铁的大嫂林大妮儿。是二弟，我媳妇儿说的没错。此时说话的是刘铁的大哥刘壮。刘铁挠了挠头，大哥大嫂，你们不要这么说，我和山哥这么好，救他妹子是应该的，我本来就没求什么回报。两夫妻齐声心道，要不怎么说你傻呢？这个时候，一家之主刘大水发话了，你们别说了，赶紧吃饭，不然天黑了又得点灯。刚说完，大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刘铁跑去开门。哎，山哥，这时候你不在家吃饭，过来干啥？看到是自己的好哥们儿，刘铁关心地问道。我也想吃啊。刘铁跑去开门。哎，山哥，这时候你不在家吃饭，过来干啥？我也想吃啊，关键是我娘喊我来给你们家送礼，说是感谢你救了我小妹。冷山说着就把手上还烫手的2个碗递给了刘铁。刘铁看到是2碗飘着香气的肉菜，顿时咽了咽口水。不用，山哥，我们是好兄弟，救你妹妹是应该的，这些你拿回去吧，给你妹妹吃。我家还有很多呢，够我小妹吃的，你快点拿进去，我还要赶着回去吃饭呢。要是再不回去，那几个小的要把菜吃光了。刘铁见推脱不过，只好拿着2碗肉进去了。铁子，谁家给的？是不是冷家送过来答谢你的？刘大水此时笑容满面地问道。是的，爹，本来我不要的，山哥硬要我拿回来。刘壮两夫妇闻言心道，如果真不要，你就是个傻子。而冷家这边，冷山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家。等他回家之后，其他人都已经吃完了，不过又留了1碗肉和一些菜给他。他乐呵呵的独自一个人吃起了饭，也没有计较家人不等他。娘，今天不是去地里吗？你穿那么好看做什么？林婆子白了他一眼。不去地里了，咱们今儿个早上啊，要和你小妹去王家讨公道。哼，怎么能轻易放了王和那个王八蛋和范氏那个老钱婆呢？他们这么对你妹妹。对了，等咱们去了王家之后啊，你看到我开始打那个范婆子了，你就开始打王和那个王八蛋，知道不？冷山疯狂的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林婆子见他知道了，便朝着厨房里喊道：阿花呀，
早饭煮好了吗？哎，娘，这就好了。啊，记得再煮一个鸡蛋给你小姑子啊，她身体需要再补一补。啊，知道了，娘。随后，林婆子就抬脚去了冷月的房间。此时的冷月睡得正香，本身在23世纪的时候就爱睡懒觉，而且凌晨又去忙活了，所以身体有些疲惫。月儿啊，该起床吃早餐了，别忘了咱们今天还要去镇上呢。月儿啊，该起床吃早餐了，别忘了咱们今天还要去镇上呢。冷月听到声音便挣扎着起来了，没办法呀，今天确实有事要做。几个人吃了早饭过后，便踏上了去镇上的路途。月儿啊，等会儿啊，你就站到一边去啊，看着就行了，可别站得太近了，万一挫伤了你就不好啦。知道了，娘，你别担心我，我不会再吃亏了。嗨，你就听娘的就行了，乖啊。冷月不吭声了，说再多也不如去做来的可信。王家范婆子今天早晨是被脸疼醒的，她起来摸了摸脸，发现是又辣又疼又肿，她就纳闷了，睡个觉也能把脸给睡肿了？难道是被蜈蚣或者是蝎子给咬了？哎呀，那可不得了了，刚涂抹完药就想准备去厨房做早饭，结果呢，听见大门被拍响的声音，急促又频繁。谁呀？一大早吵吵闹闹的，是不想让人安生了是吧？他是一边走过来，一边气冲冲地骂道。周围的邻居也被他的骂声给吸引了，都出来看看是咋回事呢。大门被拍响的声音急促又频繁。谁呀？一大早吵吵闹闹的，是不想让人安生了是吧？他是一边走过来，一边气冲冲地骂道。林婆子突然脸色一变，就秒进入了状态。范氏，你这个老钱婆，我女儿好端端的，你居然一声不吭的就把她给休了，你还是人吗你？她自从嫁过来，孝顺公婆，服侍丈夫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，你居然以无子休了她，这才成亲1年多，还早着呢。那别人3、5年才生孩子的大把大把的，后来不也是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吗？就你尊贵啊，你家很富有吗？有大把的家产继承吗？还是说你觉得活不到孙子孙女出生了啊？这个时候，门口外面已经围了很多街坊邻居了，听了林婆子的话，纷纷的讨论了起来。呀，是呀，我家媳妇儿也是第3年才怀上了，现在不也生了3个孩子吗？我儿媳妇儿是第2年怀的，现在也生了2个大胖小子了。我儿媳妇儿是第2年怀的，现在也生了2个大胖小子了。所以说呀，1年多真不算什么。这范婆子太无情了吧？我估摸着呀，范婆子是不喜欢她那儿媳妇儿，不然怎么会轻易休掉人家呢？范婆子听着众人的议论声，脸都被气疼了。生不出孩子就是生不出，你怎么不说人家半个月就怀孕的大把呢？就你会找借口维护你女儿。本来当时求娶她的时候，就是冲着她是你女儿的份上，想着你头2胎是2个男的，再加上平时你采药都送来药铺，结果1年多了也生不出个孩子，我还要她来干啥？还不如重新娶一个。林婆子听了他这话，气得牙痒痒。玉儿，你拉着娘干啥？娘要上去教训教训这个恶毒的钱婆子。娘，其实我有件事情没告诉你。娘，其实我有件事情没告诉你，那就是我至今是完璧之身，王贺根本就没碰过我。这话一出，人群瞬间炸开。放屁！怎么可能？你和我儿子经常睡在一起，怎么可能还是完璧之身？我看你是为了给自己生不出孩子开脱吧。范婆子急眼的大声说道。冷月讥笑。我开脱？是你逼我说出来的，
以前念着大家是一家人，我忍气吞声，其实就是你儿子不行，而且他还是个兔子爷，不信大家可以跟我进去看看。冷月说着，就带着林婆子和冷杉往王和的房间走去。其他人为了看热闹，也挤了进去，把范婆子这个主人给挤得差点摔倒了。范婆子见拦不住人了，便也跟着其后小跑着过去。还没等他进去呢，就听见了2个男的尖叫声传来，紧接着就是几个妇人的尖叫声。走，咱们去肉铺买肉去，就当庆祝咱们出了一口恶气。月儿啊，你怎么了？林婆子见冷月发起了呆，便关心地问他。冷月回过神来，莞尔笑道：没事儿，就突然想到了其他的事情而已。哎呦，月儿啊，你终于笑了，你看你啊，笑起来多好看。以后啊，咱们就多笑笑，多说话啊，这样啊，整个人才有活力。毕竟你还这么年轻呢啊。冷月轻笑着点了点头。林婆子更加开心了，连到了肉铺，脸上的笑容都没有停下来过。哟，大嫂子，这是家里有喜事儿，看给你高兴的。嗨，喜事儿倒没有，高兴的事儿就有。啥高兴的事儿啊？说来我也听听呗，指不定和您一起乐呵。哎呀，那我跟你说说吧，那个王家你知道吧？说着还意有所指的指向王家药铺。肉铺老板两眼放光的点点头。这时路过的行人、附近卖货的老板们也纷纷的侧耳过来。他家的那个儿子呀，是个兔子爷。哎呀，那我跟你说说吧，那个王家你知道吧？他家的那个儿子呀，是个兔子爷。今儿早上啊，被一群邻居堵床上了。哎呦，那场面十分不堪。你是没看到，那2个人光溜溜的，就差没现场来一段了。一时间，众人吃了一个大瓜。这也太劲爆了吧！说完之后，林婆子还故意叮嘱他不要说出来。最后，林婆子买了2条猪腿，1条五花肉。临走时，肉铺老板还特意赠送了3根大骨头。看他这操作，应该是挺满意林婆子的热情分享的。几个人回到家之后，小林氏开心地迎了上来：“娘，买了这么多肉啊！看来您此行肯定是大获全胜了呀。”是啊，你是不知道，范氏那个老钱婆现在有多后悔。他那个兔子爷儿子呀，以后可别想娶什么好人家的闺女了。他那个兔子爷儿子呀，以后可别想娶什么好人家的闺女了。兔子爷？娘啊，您说的那个王和是个兔子爷呀？是啊，真是不说不生气，一说就气得不行啊。那个烂屁股的王和明知道自己是个兔子爷，还假惺惺的求娶咱们家的月儿，结果自己不行，还没敢跟他娘说，害得那恶毒的钱婆子呀，到处说月儿不能生育，最后还随随便便的就休了他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人家呢？哎呀，不过也怪我当初打听的不全面，就冲着他们家的家境和那王大福的名声了。哎呀，月儿啊，都是娘的错，你骂娘吧。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咱们目前要做的就是吸取教训，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错误。在公寓里舒服的洗了个澡之后，他便出来了。这时候外面也传来了叽叽喳喳小孩子的声音：“奶，我好喜欢你哦，您居然买肉了！”嘿，小馋猫，我看你是喜欢肉吧，不是喜欢奶。不是，我是先喜欢奶再喜欢肉，您排在肉前面。小林氏端着饭菜出来，嗔怪道：“你这个兔崽子，赶紧带妹妹洗手吃饭了，别缠着你奶了。”一时间，小孩子们纷纷跑去水缸边准备洗手。冷月推门出来，递了瓶东西过去：“拿这个洗，
这个洗了干净。见他们一脸的好奇，却不知道怎么使用的样子，便给他们以身示范。哇，这个好香哦！5岁的小鸭忍不住感叹道：“是挺香的，还有白色的泡沫，真神奇。”大鸭也开心地研究着，似乎想知道是什么来着。2个男孩子就没有计较这么多，按照步骤洗了之后就赶紧跑了，因为那肉太香了。啥东西这么香啊？月儿，你抹香膏啦？奶，是不是我手上的香气？冷玉红笑嘻嘻的把自己的手伸到他奶的鼻子那里，林婆子闻了闻，哎呦，是哎，拿什么东西洗的这么香啊？我自制的洗手液，以后家里就用这个洗手，洗得干净。哎呀，小姑啊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，这种东西你都会做。哎呀，我闻着这个香味儿，像是比那镇上的香膏还要好闻呐。对呀，我也觉得。那就把方子卖掉吧，反正家里现在也缺钱。一顿心满意足的午饭过后，林婆子拉着冷月在院子的老树底下继续商讨着刚刚饭桌上说的买卖，而其他人呢，则是出去村里消食去了。月儿啊，那个方子卖掉了，会不会太可惜了呀？咱们就不能自己做着卖吗？娘，你只考虑到了钱的问题，你没有更深入的想过，咱们家目前没有任何的根基，任何靠山，你拿什么去和有钱有势的人对抗？咱们家目前没有任何的根基，任何靠山，你拿什么去和有钱有势的人对抗？咱们主动把方子卖了，还能有钱又安全，还能一劳永逸。但如果咱们自己去经营，万一别人眼红给你使坏，更甚至有势力的人直接威胁你把方子交出来，不交就暗地里把你给怎么了，到时候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咱们先用这个方子做敲门砖，结交一个有名有势力的人，到时候再有生意，再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合作，或者咱们就自己营生，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在，咱们就不用担受那么大的风险，懂吗？林婆子听完了这些有条有理的阐述，她的心里思绪万千。哎呀，月儿啊，你长大了，已经比娘啊厉害很多很多了。冷月看着她轻笑了一声，总不可能永远是孩子啊，经历了风雨，就应该懂得让自己变得更强大，然后去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，这样的人生活得才有意义。林婆子突然眼眶发涩，含着细闪的泪光点了点头。下午，牛头山上，丛林里又是一地晕倒的小动物，其中还有一头野鹿，一匹黑狼。这是冷月又上来锻炼自己的精神力了。只见他现在盘坐在地上，眉头紧蹙，还伴随着满头大汗。终于突破2级了。冷山扛着一把生了铁锈的锄头归来，那笑嘻嘻的模样，似乎不曾疲惫一样。林婆子坐在树下纳着鞋底儿，看到儿子回来了，家里煮了绿豆糖水，快洗手洗脸去喝吧。好的，娘。这时外面走进来4个人。哟，亲家们来啦！你们这是一起送女儿回来认错啦？林婆子刚说完，还没等对方回答呢，就看到大儿子冷山端着一碗绿豆糖水走了出来，神情悠哉，像是凑热闹似的。媳妇儿，你回来认错了？媳妇儿，你回来认错了？认错？我有什么错？小姑子被休回来家里，没有影响家里孩子的名声吧？大丫都快9岁了，再过4年就可以说亲了。现在名声不好，以后怎么说亲啊？还有，小姑子未出嫁之前也是经常待在家里，什么都不做，现在又回来了家里，就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嘴。我和大山整日里在地里累死累活，她却一副千金大小姐的做派留在家里，这样公平吗？刘大脚也立即附和道：亲家母，
我家来弟说的对，凭啥他累死累活，他小姑子却在家轻轻松松的，这样也太不厚道了。还有啊，大丫也是我外孙女，我是看不得她名声被连累。放屁！刘大脚，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？合着你们今儿个是来找茬的呀，不是来认错的。哼，我就说嘛，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过来？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李来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小姑子从前虽然很少去地里干活，但她未出嫁之前都有卖绣品补贴家用，偶尔呢也会和我上山采药。你是瞎了吗？啊，居然装作这些都看不见啊！我看你根子就是坏的吧，不然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也是，你都敢趁我不在叫小姑子去死，你还能是个好的吗？我看你啊，就是想让我们冷家休了你这个恶妇吧。李来弟冷笑道：哼，休了我一没有无子，二没有不孝顺，三没有苟合，凭什么休我？就凭你们冷家空口白牙吗？村里有人会信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么和离，要么我继续待在冷家，你们选一个。屋内的小林氏听到激烈的吵闹声，立马走了出去。娘，怎么了？他们欺负您了？小花啊，你去村里的李秀才家，让他写1式2份和离书，你大哥要和李来弟和离。哎呦，玉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这拖的啥呀？娘帮你。冷月看到有外人在，摆了摆手：娘没什么，不用帮忙，我自己拖就好。哟，这是挖了2袋地瓜吧？看起来怪沉的。刘大脚讥讽地说道。他心想啊，冷家不会接下来只能靠吃地瓜了吧？如果真是的话，那他女儿和离真是太明智了。反正他也还年轻，再找一个也不难。关键是呀，又可以有彩礼，有了彩礼，他手上也能留一大半啊。想着想着，他就笑出了声，被冷月像是看智障一样看着他。你怎么不打死那死丫头？她都这样看咱们2个了。哟，在我林婆子面前居然敢说打我女儿，我看你是想找抽吧。林婆子做事就要打他，刘大脚顿时害怕的后退了2步，躲在了女儿李来弟的身后。去，怂包！冷月没有再理会他们，朝着他娘问道：怎么今天他们一家子过来了？他们呀，过来逞威风的。娘已经让你二嫂去李秀才那里写和离书了。怎么今天他们一家子过来了？他们呀，过来逞威风的。娘已经让你二嫂去李秀才那里写和离书了。今儿个你大嫂啊，就和这个恶毒的绞家精和离了。冷月点了点头。和离也好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大丫和玉林。他转头看了看冷山，只见他有些不开心，不过也没有见他拒绝和离。虽然他憨，但可能他也知道媳妇儿呀不是个好的，只不过还是忍不住难过而已。半炷香之后，双方都在和离书上摁了手印，1式2份。拿着和离书的李来弟突然就笑了，露出了原来的本性。哼，冷山，以后可别找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讨厌你，讨厌你什么事情都听你娘的，人又蠢。以后没了我看你怎么办。放心吧啊，我儿子是不会找你的，倒是你离开了我们冷家以后是狗是猪就不知道了。以后你可千万别回来求我啊。这句话骂得李来弟无语了，他才不可能求他呢。娘，大哥，明天早上咱们去镇上卖猎物吧。我下午在山上用药迷晕了好多猎物，你们过来数数。冷月说着就打开了麻袋，里面的猎物赫然大咧咧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，把李来弟他们家人全部给震惊到了。冷月呀就是故意的，他知道人性，当面看到这么多的好东西还不是自己的那种的难受，他特别清楚。林婆子看到这么多的猎物，脸上止不住的笑意，笑骂道：你这个妮子，
合着这2袋子是猎物啊？娘还以为是什么。随后故意指挥着看着猎物傻笑的大儿子：大山呐，把袋子里的猎物倒出来，咱们数数看，看看都是什么。小林氏也兴奋不已地凑过去一起数。哎呀，还有一头活着的野鹿呢，呀，不错不错，这个估计也能卖几两银子呢。哎呦，还有10只野兔呢。哎呀，今晚拿1只来红烧吧。哎呦喂，这是有10只野鸡呢。月儿，他们还活着呢是吧？都活着，只是都晕了而已，一会儿就醒了。哎呀，那个太好了，咱们留下2只母的养着，生了蛋给家里人吃。听着一声又一声击中他们心脏的话，刘大嘴忍不住不怕死地说道：虽然和离了，但来的还是大丫和林子的娘，咱们还是带着关系的。全家正好我们准备要走了，你呢就给1只鸡1只兔子给我们带走就好。沉默了半晌的李石头这个时候终于吭声了：对，再怎么样咱们还是有关系的。林婆子一个唾沫过去：呸！我看你们李家就是想屁吃呢，还有关系？以后咱们2家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关系，明白没？赶紧滚出我家！说着就拿起扫把赶着他们出去。李家人也怕他动粗，不情愿地滚了。娘，明天早上大哥和我去镇上吧，把要卖的猎物去卖掉，顺便把洗手液的方子也找个靠谱的买家。行，就让你大哥陪你去，正好他能拿这些。此时小林氏也笑嘻嘻的：小姑啊，明天你去镇上的话，去贾家商行看看你二哥，顺便问一下他回家不？他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，现在家里也松快了许多，他想要他男人回来休息2天，可别把身体累坏了。冷月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记忆里，这个身体的二哥会说好听的话来哄原主，回来偶尔的还会给他带糖果还有珠花什么的，所以可见这个二哥对他妹妹很不错。没想到傍晚时刻，冷云却匆匆回来了。小云，你今晚怎么匆匆忙忙回来了？本来还想叫你小妹啊，明天去镇上顺便看看你呢。正好回来了，就一起吃饭吧。说话的是林婆子，而小林氏此刻也是高兴的脸都红了，忙跑去拿碗筷给他男人盛饭。小妹，二哥今天听说了，王和那个王八蛋居然是个兔子爷，而且你还被他们王家休了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啊，二哥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。二哥，我没事儿，没什么对不起的，就不是你的错。而且王家的事就是我们揭穿的，该惩罚的人我们也该惩罚过了，剩下的就是过好咱们自己的日子便可。妹妹，你长大了，以后再也不用我们担心你了，很好，二哥很高兴。冷月也知道原主以前不少让家里人操心，便看着他点了点头。这个时候小林氏端着饭出来了。来，云哥吃饭吧，今天呀小姑去山上打了很多的兔子和野鸡呢，家里今晚特意红烧了1只兔子呢，还煮了1锅的鸡汤。你回来有口福了呢。小妹去打的猎物？可不是，你小妹现在啊可能耐了，会自己制药来药晕动物，还会做那个什么什么洗手液呢。爹，你回来都还没跟我和小丫说话呢。哎呦，爹错了，爹向你们道歉，请红子和小丫原谅爹吧。小丫不怪爹，爹说过事情要以重要为先，姑姑前2天都快死了，爹爹先关心姑姑是对的。别忘了过去的事情大家谁也别提，好好吃饭吧。哎呀，是，咱们赶紧吃饭吧啊，孩子们都饿了。随后大家就默契地吃起了饭，几口肉下肚之后，大家也都忘记了不开心的事儿，享受起了美食。夜晚，林婆子的房间里，娘，小丫说前2天小妹快死了，
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没发现你大嫂李来娣不在家吗？大嫂她和这件事有关？她以后啊就不再是咱们冷家的人了。你小妹之所以想不开跳河，就是她暗自怂恿的，所幸是救回来了，不然的后果可不堪设想。你小妹之所以想不开跳河，就是她暗自怂恿的，所幸是救回来了，不然的后果可不堪设想。哎呀，本来娘是想给她一个教训，让她回娘家反省反省，然后彻底认识到错误。结果呢，她今儿下午就带着家人过来和你大哥和离，还说了一大堆你小妹的坏话。结果我就如她所愿，让他们和离了。沉默了片刻之后，没想到她是这样一个恶毒的女人。当初要不是她设计自己掉入河里，让大哥去救她，她还进不来咱们冷家。这些年咱们家也不算亏待她，果然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娘，幸亏这些年林子和大丫在你身边较多，不然我都担心这2个孩子被这个毒妇给教坏了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要不然你大哥可要绝后了。娘，大哥再怎么样也不会绝后的，大不了给他再娶一个呗。哎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哥憨憨傻傻的，现在又成了亲了，哪那么容易再找？林婆子突然想到了什么。那个小云啊，明天你还去镇上不？那个小云啊，明天你还去镇上不？啊，明天不去了。本来我今晚要随商行去外地的，但我下午请假回来了，所以估计要在家休息半个月。唉，休息一下也好。明儿个你小妹和你大哥呀去镇上卖猎物，估计收入可观，家里也能松快很多呢。家里很多猎物吗？吃了1只鸡和1只兔子，现在还有9只鸡、9只兔子、1头野鹿。本来还想留2只鸡在家里生蛋的，但你妹妹说不用，要鸡再去买，说野鸡的蛋不营养。乖乖，那岂不是最少有10两收入？娘，咱们家现在都没存到10两吧？可不是，所以说呀，你妹妹现在可能耐了，以后咱们家呀指定蒸蒸日上呢。冷云高兴地点点头，心想这日子的盼头越来越好了呢。夜半时分，久久未见的夫妻俩难免恩爱一番。事后，小林氏看着身旁累得已经熟睡的男人，也是甜甜地闭上了眼。走，咱们去酒楼。小妹，咱们确定要去酒楼问吗？可我听铁子说过，酒楼不轻易收散户的东西啊。别担心，我们的猎物都是活蹦乱跳的，酒楼肯定愿意收，你跟着我就行了。说着，冷月就带着他绕到了酒楼的后厨去。2个人刚到后厨门口的时候，我说李大胆，你最近打的猎物怎么都这么瘦？时间久了，你是不是忘记我们和你说的标准了吧？我告诉你，这次的猎物我就收那2只野鸡，其他的不要。下次带过来的还是这么瘦的话，以后我就另找其他人了。其实啊，男人也很无奈，这2只野鸡都不够他们酒楼的2盘菜，估计等会儿还要出去街上采买，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而那个叫李大胆的猎户看到主顾生气了，忙陪着笑脸和不是，说下次尽量保证都是肥的。你是这酒楼的管事吗？我这儿有新鲜的野物，贵酒楼收不收？富态男人忍着冲动，表情平静地回答：我是酒楼的管事，我这里收野物的，你们进来吧。你是这酒楼的管事吗？我这儿有新鲜的野物，贵酒楼收不收？我是酒楼的管事，我这里收野物的，你们进来吧。管事你也看到了，我这里有野鸡野兔各9只，还有1头野鹿，你看看给什么价？如果低了的话，那我们就去下一家，相信没有哪家酒楼会拒绝这么肥嫩鲜活的野物。好说好说。哎呀，咱们鸿运酒楼啊，可是镇上最大的酒楼，肯定不会做出压价的行为的。那你打算出什么价？我寻思着你这里的价格给的好的话，以后每隔2天
就给你们酒楼供应这些鲜活的野物。我看可行。姑娘，鄙人姓庞，叫庞毅，你以后叫我庞管事就好了。我叫冷月，这个是我大哥，叫冷山。好，冷姑娘，冷兄弟，冷姑娘，冷兄弟。是这样，由于你们的野物比较优质，价格呢，我打算都给比市场价高2文钱。野鸡17文钱一斤，野兔18文钱一斤，野鹿的话，我按单只算给你们1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行，那就按照那样吧，你叫人拿过去称重吧。冷月早晨出来的时候也问过他二哥冷云了，他说了，正常的野鸡是14、15文一斤，野兔嘛16文左右一斤，野鹿的话他只知道死的，一般是5到7两一只，所以庞管事没有忽悠他们。要是被庞管事知道冷月所想的话，肯定脸是苦的。你说你这一来就一副爱要不要的模样，他又正好缺野物，所以敢忽悠你吗？别到时候人真跑了，那他岂不是得不偿失？说吧，今日前来阁里有何贵干？已经注意你好一会儿了呢。不瞒你说，我今日前来确实是有事。看了贵店的物品，发现贵店有少许特别的东西，而且那些东西也很受姑娘们的喜爱。于是我猜测我的东西你应该也感兴趣。我看到你的玉手有些脏了，你不妨去清洗一下，顺便滴一滴这个物品在手掌上揉搓，用完了你想合作再和我谈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也罢，看你如此自信又谈吐有趣，我便去试闪一试，你且等着。说着就拿着小瓷瓶婀娜多姿地走去后院了。大约半炷香之后，妇人款款而来，脸上带着真挚温和的笑容。姑娘，方便的话我们楼上谈，刚好我们老板在。冷月颔首示意可以，于是两人便上了2楼。开门见山吧，我叫冷月，咱们谈一下怎么合作。冷姑娘你好，我叫姑苏，字子潇，以后喊我子潇便可。知晓了。你给徐娘的东西她用过了，说洗手洗得很干净清爽，洗完还留有余香，因此我有了兴趣。你是想怎么个合作法呢？是一次性买断，还是你来供货呢？冷月假装思考了一番，虽然供货会长久一些，利润也可观，但是我选择一次性买断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然是选择交你这个朋友了，而且相信咱们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，您觉得呢？不错不错，冷姑娘着实有远见呀，子潇佩服。那行，咱们就一次性买断，3000两怎么样？姑苏子潇挑眉问道。可以，那拿纸笔过来吧，我把配方以及制作步骤写下来。痛快，子潇最喜欢和冷姑娘你这种人做生意了。冷月在心里白了他一眼，他又不是不知道他的想法，无非是希望多给他挣钱而已，他又不是傻子。最后方子写好之后便交给了姑苏子潇，还摁了手印儿，另外告知他家里的地址，叮嘱他有疑惑的地方以后可以过去找他。此时王氏药铺，哎，你说咱们东家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？家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居然还是个兔子爷。我觉得应该不是东家的问题，应该是东家夫人造的孽。你想想呀，东家夫人做过几件好事啊？哎，是吧？就他那整天得罪人的脾性，估计老天都看不过眼喽，于是才给了他们王家这么大一个惩罚。你说的有道理。你看他连他家儿媳妇这么好的姑娘都一言不合的就休掉了，可见心有多坏。就是，
这姑娘要是嫁给我的话，我家指定捧上天。嘿嘿。哟，看把你美的，人家姑娘才不会嫁给你呢，穷哈哈的。穷怎么了？起码我不是兔子爷。哎，小心被东家听到，不然你就惨了。两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的东家早在他们说第二句的时候就听到了，只不过一直站在拐角处没有出来。王大福此时脸上一脸平静，他其实不怪他们，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勤勤恳恳的，而且他也认为他们说的对，如今后悔也没有用了，他不能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药铺毁于一旦，他必须得做点什么去挽救。而这边的冷月已经吃完东西了，正准备给钱要走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把他给拦住了。小贱人，原来真的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如今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变成哪样？是人人嘲笑，是东躲西藏，是无颜出街，还是生不如死呢？自己敢做的事情，就应该有胆子承受它带来的后果。整天躲在女人的屁股后面，现在被揭穿了，躲不成了，恼羞成怒了。王和终于忍无可忍了，突然理智全无的拿起一旁的板凳就向着冷月砸了过来，被冷月单手接住丢在了一旁，被冷月一脚给踢飞了5米远，随后又慢悠悠的走到他的跟前，抡起拳头一拳又一拳的往他的脸上揍去，揍完了又接着一巴掌又一巴掌的扇，场面只剩下了惨烈的尖叫声，连求饶的话都说不成串了。小姐，中午好，您今日来是想找奴仆，还是买房租房买牲畜呢？要买骡子。好的，我叫林二，是这里的伢子，您可以叫我林伢子。咱们这里的骡子最是身体强健了，拉人拉物都没话说。还有，别废话，快带我去看。冷月直接打断了他，让他突然尴尬不已，心道：这咋遇到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客人呢？真是的。于是他就赶忙的带着冷月去挑骡子了，花了16两银子，而且还包了车板价，不贵。冷月临走时叫那个林伢子教他怎么赶骡子，没一会儿冷月就学会了。最后在林伢子担忧的目光下，冷月淡定的驾着骡车走了。他先是路过了米铺，在米铺买了100斤大米和100斤糙米，又去了杂货铺买了20斤糖，去油铺买了50斤的油，去盐铺买了2斤盐，去肉铺买了2根排骨和2条五花肉。买完了这些，他就赶着车去了洲际布行取了货走了。就在临近村口的时候，他突然看到前面走着2个有些眼熟的身影，是一对老年的夫妻。他们听到后面有响声，就回头看了去，这是原主的外公外婆呀，怪不得他觉得熟悉呢。于是他停下了车。哎呀，月儿，你是月儿吗？冷月微微一笑，点头回道：我是。你们2位怎么过来了？哎呀，孩子，原来真的是你呀！哎呦，这都好几年没见了，外婆还没有认错。我们听说你出事了，如今你没事了就好。哎呀，前几天我不是生病了吗？害得你娘回来看我，然后住了2天。后面你二嫂慌慌张张的跑过来说你出事了，跳河了。哎呀，再后来也没见着你娘传来啥消息。我这寻思的呀，这2天身体也好了，就让你外公带着我过来看看你。那也不能走路过来，这么热的天气会把人给热坏的。他下了车，我扶你们上去坐。说着就扶起2个老人，让他们一个一个的上车。
两个老人坐在车上，揉着酸麻的脚，面上却是微笑的。只听外公林勇感叹道：哎，老了，以前走这么点路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如今不行了啊，不得不服老哦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都老啦。冷家的大门口，林婆子一直在门口张望，心里有些担心晚归的女儿。娘，要不我去路上等等小妹？冷山现在好沮丧的，他今天一回来就被他娘给狠狠地训了一顿，说他为什么不等他妹妹一起回来。他的脑子笨，不知道怎么说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告诉他娘是妹妹让他回来的。结果他娘更生气了，说他妹妹让他回他就回吗？不知道坚持说等他一起回吗？而且就让他一个人去卖方子，如果遇到了坏人可怎么办啊？没一会儿，林婆子就看到她家闺女驾着骡车回来了，可把她给吓坏了。这闺女啥时候会驾车了呀？于是赶忙上前迎接。待她走近了，才发现车上居然还坐了她的爹娘。哎呦，爹娘，你们怎么和玉儿一起呢？大山啊，快滚过来，扶你外公外婆下来。他则去冷月跟前作势要扶他。娘，你去扶外婆吧，我不用人扶。冷月说着就轻松跳下了车。等着林婆子反应过来要去扶他娘的时候，两个老人已经被跑过来的冷山给扶下来了。对了，爹娘，你们还没说怎么和玉儿一起了呢？对了，爹娘，你们还没说怎么和玉儿一起了呢？我和你爹呀，刚走到村口的时候，碰到月儿的，于是他就扶着我们两个老的上车，一起回来了。月儿啊，你怎么会有钱买骡车呀？难道成了？啥？骡车是刚买的呀？哎呦，我们还以为是借村里人的呢。咱们先把骡车赶进家里去吧，外面不方便。林婆子一看，确实不方便，刚才只顾着看她家闺女了，都没注意到后面跟着好几个看热闹的呢。还有他们家那2户邻居也站在自家的门口张望着呢。那个玉儿啊，你把骡车赶进来吧，你大哥他不会呀。随着骡车的进去，冷家的大门被关上了，一时间外面人声嘈杂，似乎在谈论冷家骡车的事儿。村里呀就是这样，一有什么异事，大家就都喜欢谈论、猜测、评判，仿佛这样才能彰显他们的能耐。玉儿啊，你确定你会做菜吗？要不还是让你二嫂做吧，咱们去堂屋坐着就行。娘，你别担心，过去的1年里，王家一直都是由我来掌厨。林婆子一听，心瞬间由担心转变成了心疼了。她这个女儿未出嫁前都没有进过厨房的，嫁到人家家里反而要做这些，也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过来的呀？肯定是被范氏那个老钱婆一路骂过来的。一想到这儿，她瞬间气得牙痒痒，眼里冒出怒火来。娘，你去陪外公外婆吧，我就做这一次菜，以后不做了。今天她为什么突然想下厨呢？是因为她想做到东坡肉。2个老人哑口一般，她想替原身尽一下孝心。哎呀，你这个妮子就知道哄娘。行，那你做吧，娘出去了。娘啊，怎么样？小姑还坚持要做吗？放心吧，你小姑子说了，她在王家都是她做菜，你呀，今儿个就歇着啊。哎，那行，娘，那我去喊林子他们回来，玩了1天了都。哎，那你去吧。堂屋里，从山上回来的冷云正在和外公林勇谈论着天气的事情。哎，这天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已经连续3个多月没有下过雨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庄稼都要旱死了。我刚在山上也看了，
湖里的水变少了许多，被太阳照到的地方，地上的花草都干了。唉，可别历史重演哦，这世道已经够艰难的了。外公，你也别担心，可能过几天就下了呢。虽然冷云这么安慰着，但其实他的心里也是有些担心的。小时候听他爹说呀，他那边就是出现了旱灾，祖父祖母才会带着仅存的他逃了出来，2个姐姐却饿死在了家乡。当时他印象很深刻的，他爹眼中含泪，神情痛苦，仿佛那是一段十分不想提起的往事。小时候他不明白，问了他爹，问他为什么这么难受还要说呢？长大后他才渐渐明白，那也许是他爹对故人最后的缅怀了。因为看着曾经相爱相亲的姐姐饿死在自己的面前，看着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也饿死在自己的面前，这些痛苦估计一辈子都无法忘怀。看着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也饿死在自己的面前，这些痛苦估计一辈子都无法忘怀。但林婆子走进来，发现屋内气氛低迷。你们这咋了？为啥都一脸的忧愁呢？啊？3人都默契的没有和他说这些，只是说有点担心地里的庄稼而已。林婆子笑道：嗨，我们家就那3亩地，浇灌一下水就好了。哎呀，倒是咱们林家有10亩地呢。爹娘，您叫大哥带着阿康阿健勤快点去浇水就好了，反正也快秋收了。2个老人只能点点头。很快的，厨房就飘出了一阵阵香味儿，鲜甜扑鼻。哟，这月儿的手艺这般了得啊！光闻着这味儿，我就饿得不行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咱们2个老的今天有福了。这妹妹如今厨艺这般好了，士别3日，刮目相待呀。大舅，我是阿云，我送外公外婆回来了，出来开个门吧。一听到冷云的声音，几人赶忙加快脚步走了出来。阿云啊，他就正想让你表哥表弟出去路上迎你外公外婆呢，结果你这小子就带着他们回来了，可省了他们跑一趟了。大舅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作为外孙，这么晚了，我肯定得送2位老人回来呀，难不成还让他们独自摸黑回来吗？是大舅说错话了。这时何秋娘也出声道：阿云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大舅几10年了，嘴皮子还是这么笨。你这婆娘，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哎呀，好了，夜快深了，阿云呀，你回去吧。你外婆说的对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早些也安全。冷云点点头，随后从车里拿出他娘准备的7匹布，递给了他大舅妈。大舅娘，这是我娘准备的布匹，您拿着，怎么分配您自己看着来。哎呀，你娘真客气，那大舅娘就收下了。最后在林家众人的欢送下，冷云驾着骡车走了。第2天天光微亮，只见林婆子笑嘻嘻的坐在铜镜前梳妆打扮。今天的她呀，决定把箱底最好的衣服给穿上，然后全部戴上昨天闺女买的首饰。她决定今天去村里逛上一圈。她似乎好久没有好好的和村里的好姐妹聊聊天了。娘，今天有喜事吗？林婆子白了她一眼，没有回她的话。不一会儿，小林氏也打扮得很隆重的走了出来，嘿，那架势和林婆子有的一拼。于是2婆媳相视一笑，眼底那自信啊，藏都藏不住。冷山见他娘不理他，挠了挠头，随后继续去劈他的柴了。弯月村村口此时聚集了挺多人，因为早晨那里都会有猪肉啊、鱼之类的卖。冷家现在呀不得了了，都买骡车了，林婆子这下可神气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也不知道他们家怎么突然有钱买那玩意儿，毕竟得15两以上呢。哎呦，买个骡车而已，看把你们羡慕的。
有本事他们冷家买马车呀，他们买得起吗？说这句话的是村中刘瘸子家的婆娘王氏，她那边话音刚落，就被平时和林婆子要好的胡氏给对了过去。哟，某人一个连骡子都买不起的人，还敢说出这样的话呀？我是不知道人家买不买得起马车，但我知道人家买得起骡车，就已经比村里大部分人家都要强了。我说胡氏，你那好姐妹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找你了，怎么还端着这姐妹情深的姿态呢？哼，林大嘴呀，你这是忘记了当年被打的滋味了是吧？哼，林大嘴呀，你这是忘记了当年被打的滋味了是吧？要不要我告诉林婆子，让她给你回忆一遍呀？省得你皮痒没人挠。为啥到处都有人翻我的黑历史？真是气死我了！正想硬气地说你去呀，结果他后边就传来了一道声音：谁皮痒没人挠啊？完了，今天又有一场硬仗要打了，真是怪自己嘴贱。哎呀，某些人是做了啥见不得人的勾当啊？不然怎么会突然有这身行头啊？林婆子听了他这话，瞬间眼神杀了过去。我说林大嘴，你这嘴不仅大，而且还很臭啊！你说你嫉妒就嫉妒，非要胡咧咧，你是怕我不舍得打你吗？那你说说，你们冷家怎么会突然有钱啊？合着你是要打听我家赚钱的法子呀？你想知道啊？给钱我就告诉你啊。那你说说，你们冷家怎么会突然有钱？你想知道啊？给钱我就告诉你啊。冷家，冷月早晨从公寓里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家里静悄悄的，好似一个人都没有。不过他也没过多在意，随后又闪身进了公寓洗漱。待他洗漱完开门出来，屋里的大丫听到动静，连忙放下手中的绣活跑了出来，开心地告诉他早饭在桌上晾着，是甜丝丝的番薯粥，还额外煎了一个荷包蛋在那一起放着给他。冷月回忆微笑，告诉他知道了，让他去忙自己的吧。大丫这才功成身退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对现在的大丫来说，她小姑就是比她娘、比她爹、比她奶还要对她好的人。冷月吃完东西就知会了大丫一声，告诉她自己去山上采药了，说完就背个背篓走了。冷月她今天打算既深山采点好药可以卖掉，也可以以备不时之需。猎物的话她回来再顺便弄一些，反正也快。娘，那个林大嘴就是嘴贱，明知道打不过您还趾高气扬的，非嚷嚷着不信是小姑用药迷晕了猎物换来的钱，还说指不定就是小姑用脸皮换来的。呸，真是活该，被咱们两个打得嗷嗷求饶。本来单靠着林婆子一个人可以完胜林大嘴的，但是奈何她今天装扮隆重，又带着值钱的首饰，于是就喊着她的二媳妇一起上，把那林大嘴打得嗷嗷叫。他估计现在是有苦不能言，因为他们两个全部都是故意打在他不能露的部位，连大夫来了也不能掀开看的那种。只见林婆子边走边讽刺道：哼，那个死女人啊，就是纯属嫉妒咱们家过得好才编排的，也不看看自己多少斤两，够不够咱们锤，就敢嚷嚷说臭话。咱们就是要让全村人都知道咱们冷家如今过得好，让李来娣那个恶毒妇人啊后悔到肠子青。反正咱们家的钱来路清白，怕他们这些嘴碎的做什么？大大方方的坦坦荡荡的才是最好的。反正咱们家的钱来路清白，怕他们这些嘴碎的做什么？大大方方的坦坦荡荡的才是最好的。他家月儿昨晚过来他房间和他说了，卖方子赚了3000两呢。呵呵，他们冷家以后再也不用苦哈哈的过日子了。不过这么多钱，林婆子是不打算让家里其他人知道的，因为毕竟是他女儿自己赚的，
和家里人没有关系，万一让他们知道说漏嘴了，有小偷过来偷，那怎么办？那岂不是得天天的防贼啊？现在他露着一点财，也顶多就是几十两银子，人家猜也就猜他们家还有个几十两银子存款而已，还犯不着来偷的地步。因为万一来偷这点银子被抓住了，那可是要去县衙挨板子的。本来他家月儿说给他1000两拿着，但他没有要，因为他拿着这么多钱不安心呢，也不知道要藏哪儿，索性就不要，让月儿自己存着。不过最后他家月儿还是塞了100两给他呢，说是让他拿着傍身，可把他给感动的再次落了泪，差点1个晚上没有睡着。小林氏立马笑嘻嘻的附和：对对对，咱们就是要大大方方坦坦荡荡的，让村里人知道咱们冷家日子过起来了，让那个李来弟怄死。深山里，此刻冷月正用力地挥舞着拳头，一拳又一拳地砸在野猪的头上。只见一头野猪很快就销声倒地了。看着地上躺尸的那5只野猪，冷月终于松了口气。他好好的摘着最后一点3七，结果林中就冲出了5只大肥野猪，看到他一个人类站在那里，就哼哼着朝他撞了过来。要是普通人早就吓死了，可惜遇到了他冷月。冷月他打算今天下午就去一趟镇上，偷偷的把4头卖了，留下1头拿回家吃，不然放到明天就臭了，因为公寓是没有保鲜功能的。见药也采了很多了，于是先把所有的野猪都放到公寓里面，背着背篓就往家里赶。哎呦，月儿啊，你疯了？你是不是跑去深山了啊？哎呀，来，让娘看看有没有伤到哪里啊？众人看到林婆子这个反应，才纷纷回过神来，也跑了过来。只见冷云眉头紧锁，语气严肃地说着：小妹，你怎么能去深山呢？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小妹，你怎么能去深山呢？你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吗？那里死过多少人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对呀对呀，小妹你太儿戏了。小林氏也附和。大丫和他爹冷山也是一脸的担忧，但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冷月早就料到会有这个局面，所以心里早就准备好了理由。只见他淡定从容地说道：其实在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，我的力气突然变得很大，可以徒手捏碎一块石头，但我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，也没有暴露给别人知道。直到被修投河之后被救起来，我就突然明白了，人还是要为了自己活着自在就好。隐瞒了这些也没看到换来什么幸福之类的，所以我就不想再束缚自己了。哎呀，月儿啊，原来你小时候啊突然变得不爱说话，就是因为这个。是娘的错，娘没有及时注意到你的异常。傻孩子，其实力气大更好，这样啊就没人敢随便欺负你。说不定范氏那个老钱婆呀，也就不敢这么作践你了。他娘这连接点不错呀，这样都能连得上啊。冷家此时热闹非凡，因为随着冷云跑去徐屠户家请人，村里很多人都知道了冷家要杀猪的事情，而且杀的还是野猪呢。待林婆子打开大门一看，哦吼，这请一个人变成了一堆人过来。于是林婆子笑嘻嘻地说道：哎呦，徐屠户您来了，请进。又随着假装朝着众人嗔怪道：哎呀，你们这些人跟过来干啥呀？不就是杀头猪吗？至于这么好奇啊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既然来了就一起进来热闹热闹吧。一进了门后，只见一个人说道：林婶，你太谦虚了，你家这杀的哪是普通的猪呀，那可是野猪，所以啊，我就来凑凑热闹，看看能不能顺便买1斤尝一尝。说话的人啊叫刘喜，家住村中，家里呢有个做族长的爹，再加上他平时会接一些木工活来做，所以家里还算富裕，
日子过得不紧吧？他那话音刚落，就有人附和他：是啊，林大娘，这野猪可是比家猪有看头，您家这是如何猎到的啊？真是佩服。哎呀，这野猪啊是我家闺女猎的，她呀会自制迷晕动物的药，上次还要了很多很多兔子野鸡呢。哎呀，不过这活儿也不容易，就说这头野猪啊也是碰巧遇到的。哎呀，不过这活儿也不容易，就说这头野猪啊也是碰巧遇到的。我闺女当时可害怕了，因为这货吃了她的药之后迟迟不倒，好几次都差点把她给撞了。哎呀，也幸亏她从小体力就好，才堪堪的躲了过去，不然可吃了大亏了。后面那野猪啊就晕头转向的撞到了树上，然后就死了。这后面的话呀都是他编的。他心里想了想，女儿是大力士的事情还是不能轻易传出去，这万一以后要是没有男人喜欢了，那就不好了。众人听了他的话，心里顿时是百转千回。有的人心里想的是，这个冷月也着实厉害，居然会自己制作迷药，冷家光是靠着他就不愁了。而有的人呢，心里想的是，这可是个会下蛋的母鸡呀，王家真是瞎了眼了，这么好的媳妇儿居然还休了。有的人心里想的是啊，乖乖，这药他要是能要到，那以后家里可就不愁没钱了。还有的人心里想的是，这确实是个危险活，经常的出入山里，万一哪天真碰到野猪啊、狼之类的，那是连走都走不动。他还是小命要紧，这种富贵活他可干不来。林婆子看着众人表情各异，一下子就猜到了他们心思活跃。不过呢，她不担心，因为她知道如何应对这些人。随着一分一秒过去，徐屠户已经杀好了猪。林子，你过来，你呀拎着这2条肉去你村长叔叔家啊。听到这话，冷玉林点了点头，拿起肉就快速的跑了出去。红子，你拎着这1条肉啊去你胡奶奶家，这条肉呢拎去你铁叔叔家，说感谢他救了你小姑啊。冷玉红收到话，也迅速的拿起肉走了。不一会儿，冷玉林就拎着3条肉到了村长刘明庸家。村长刘明庸今年刚好40岁，是子承父业，在任也有差不多10年了，为人呢比较和善，处理事情也公道。待冷玉林敲开门，把肉递给村长的婆娘赵氏之后，便憨憨的跑了，留下了一脸茫然拎着猪肉的赵氏。谁给你的猪肉？是冷家的大孙子，给了我便跑了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哦，是他们家呀。谁给你的猪肉？是冷家的大孙子，给了我便跑了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哦，是他们家呀。我刚听说了，他们家猎到了一头大野猪，还是冷月这娃用迷药猎的。既然是他们家给的，就收下吧。而另一边的冷玉红也到了胡氏的家里。红子，回去替我谢谢你奶啊！还有啊，你把这篮菜带回去，下午让你奶炒了。好的，胡奶奶，谢谢您了。说完就挥挥手走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是可人疼啊！可不是嘛，林婶子真会教孩子，女儿孙子都教得这般好。说这话的是胡氏唯一的儿媳妇李荷花，为人也是嘴甜会说话，当初胡氏就是因为这个而选中她的。娘，林婶子和您关系真好，这么贵的野猪肉说送就送，看着肥溜溜的样子，估计得有2斤多重呢。哼，那可不是啊，你林婶子呀，人气是很好的。哎，只不过是早年就丧夫，生活把她逼成了如今这副泼辣的样子罢了。最后，冷玉红又拎着肉来到了刘铁家。陈奶奶，我奶说这是带着感谢铁叔叔救了我们小姑的谢礼，您拿着。好，那我们家就收下了。
告诉你奶，下次别那么客气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互相帮忙，那是应该的。那陈奶奶，我回去喽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回去吧，慢点跑。待冷玉红离开之后，娘啊，这冷家也太吝啬了吧！杀这么大的一头猪，才拎了一条肉过来，这么点儿啊，都不够您儿媳肚子里的孙子吃呢。嫌少啊？那你别吃，反正鸡蛋你天天吃2个，营养也跟得上了，肉就留给家里其他人吃。人家冷家给你肉就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不知足。这个时候，镇上王家，王大福，你这个负心的老匹夫，老娘跟了你20年了，岂是你能随便休的？你这个负心的老匹夫，老娘跟了你20年了，岂是你能随便休的？哼，我这哪是随便休的，有理有据的休妻，谁敢说我王大福什么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教子无方？是不是蛮横无理？是不是恶名昭彰？范氏想反驳，却是被王大福又堵住了。哼，你先别急着否认，街坊邻居谁不知道你那脾性？谁不说你蛮横无理？还有，你教子无方，如今害得儿子不是儿子，你这是等同于让我无子，这一条就已经足够我休你了。这个时候，王和哭唧唧的上前跪在地上祈求道：爹，我错了，您真的要这么狠心吗？和儿，你别怪爹，要怪就怪你娘，是她害了你。说实在的，爹没有亏待过你们母子俩，是她害了你。说实在的，爹没有亏待过你们母子俩，一直努力挣钱给你们娘俩花。本来爹这份家业也是为你挣的，可是如今你不争气，放弃了自己，爹也只能为王家考虑了。以后你就和你娘走吧，我会给一笔钱给你们娘俩，就当做是圆了最后的情分吧。说着就不顾2个人的哀求，挥手让新买的家丁把2个人赶出去了。范氏见状，立马一边拼命的挣扎，一边骂骂咧咧：王大福，你以后不得好死！你这个抛妻弃子的小人，我诅咒你！只见他还没说完，就被家丁给丢出门口了。王家门口此时已经是围了很多人了，交头接耳的声音随着范氏母子被赶出来变得愈加激烈。王大福跟了出来，朝着门口的众人作了一揖，用情深切地说道：今日我王大福在此休妻。王大福，你以后不得好死！你这个抛妻弃子的小人！王家门口此时已经是围了很多人了。今日我王大福在此休妻，理由如下：一，范氏教子无方，导致镇上风气一时败坏；二，其多年蛮横无理，导致街坊邻居深受其害；三，无故休掉贤惠儿媳，实属不贤。儿子王和不孝，做出此等无言之事，给王家列祖列宗蒙羞，也在此逐出王氏家门，望各位邻里街坊知悉。说完就丢下休书给范氏，还当着众人的面给了他100两银子。不得不说呀，王大福此举可谓是釜底抽薪呐，既撇清了王和事件带来的影响，又全了自己的脸面。午时，弯月村村口的大树下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镇上那个王家休妻了。王家不是早就休妻了吗？休的还是咱们村冷家那妮子。这件事不是过了很久了吗？你替他做啥？你们不知道，这次休妻的呀是王大福。哼，有这等事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不是他说，这王大福都40岁了，都可以当爷爷的人了，
还做出了休妻这等疯狂的行为，真是匪夷所思啊！哎呀，离谱的还在后头呢，这不光是休妻，连儿子也赶出去了。不是吧，连儿子都不要了？再怎么样那也是他儿子呀，这老虎还不吃自己的儿子呢，他这是疯了吧？哎呀，这也不能说人家疯啊，人家那也是为了镇上除害呀，毕竟他那儿子确实影响了镇上的风气。哼，这要是我儿子呀，我肯定把他打死。人家王大福已经够仁义的了，听说呀，还给了100两给他们母子安身立命呢。哇，100两，那可以用一辈子了，真羡慕人家有钱人。哇，100两，那可以用一辈子了，真羡慕人家有钱人。羡慕有啥用啊？已经花习惯大钱的人了，以后紧紧巴巴的过日子，那才叫折磨呢。众人纷纷点头，觉得也是。片刻后，只见一人叹了口气，悠悠地说道：哎，也不知道该说冷家那个是倒霉还是幸运。倒霉吧，好像也还好，因为没有破身，如今还讨回了公道，害他的人也受到了惩罚。说他幸运吧，也没有，因为毕竟还是嫁过人了。哎呀，咱们别说人家了，人家如今靠着自己过得不知道有多好呢，又是买骡车，又是买好布穿的，还经常有肉吃呢。哎呀，这神仙生活足以甩开咱们村里所有人家了。众人的话，远在深山的冷月是不知道的，因为他此刻很忙，忙着和老虎打架呢。本来呢，他好好的摘着一朵好不容易找到的灵芝，却突然出现了一只老虎。原本冷月是可以用异能辅助战斗的，但是他没有，因为他想看看自己的武力能在多少时间内战胜这头成年的母老虎。只见一人一虎互不相让，难分胜负。随后找准了时机，翻跳到了老虎的背上，卯足了劲儿，一拳又一拳地砸在了他的头上。老虎拼命地挣扎，但是无济于事，在他背上的人就像是长在他身上一样，甩都甩不掉。我的个老天爷哟，这个人类看起来比他还苗条呢，为啥力气这么大呀？奋力一战之后，他感觉他的骨头快要散架了。不会出来一趟吃自己的东西，还要把虎命给丢了吧？那可也太惨了吧！早知道他就学别的虎一样，每天吃肉就好了。都怪他，学什么不好，偏学隔壁的那条黑蛇，肉吃的少，经常就吃灵芝和草药以及果子。搞得现在力气不敌。冷月看着这只虎脱力倒下了，便从他的背上下来。看到他下来了，老虎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显然这个人类好像不打算放过他。正当冷月想用力一拳结束老虎的性命时，这只老虎却突然把肚皮翻了起来，四脚朝天，眼神似乎还充满了哀怜。冷月疑惑，难道他看错了吗？老虎不应该和猫狗一样吧？老虎见人类在打量他，他便使出了从好朋友花熊那里学来的卖萌技巧，还可怜巴巴地眨巴着虎眼，喉咙里发出了哼唧哼唧的声音。冷月这才意识到这只虎啊在卖萌求饶呢，真是把他的三观震碎了。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会撒娇卖萌的老虎。不过又想到资深老猎户说过，这座深山有奇珍异兽，也就释然了。因为兽在这种环境生存，难免会开发了些许灵智。所以算了，反正人家都求饶了，放过他吧。谁让他以前养过狗呢？对于这种虎了吧唧毛茸茸的动物没有抵抗力。湾月村祠堂，只见村长刘明庸平静地说道：全叔，您多心了，咱们平安镇自先辈以来都没有发生过旱灾，我相信过几天就会下雨的，
您老就别担忧了。对于刘明庸来说，他查过族史，他们湾月村自先辈开村安家落户以来都没有发生过旱灾，顶多就是周边的城镇发生过，所以他坚信他们村是不会出现旱灾的。族长刘忠全见刘明庸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顿时摇头叹息，神情萎靡。忠全哥，我觉得明庸说的对，我觉得你太过于担忧了。再怎么样，我们村还有湾月河，这条河可是一直没有断流过，所以你就好好的把心放在肚子里吧。说这话的是湾月村族长之一，叫刘忠勇，今年59岁了，再过1年就迈入花甲之年了。他为人性格大大咧咧的，心思极其不细致，他这个族长之位还是他爹传给他的，所以像他这种神经大条之人，打死他也不会相信平安镇会出现旱灾这种事情。刘忠全见两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话，连连叹气着走了。看着他走之后，刘忠勇无奈地看了看刘明庸，摊手说道：明庸啊，你全说就是这样，一惊一乍的，这不是制造恐慌吗？年龄大了，没办法，咱们体谅体谅。年龄大了，没办法，咱们体谅体谅。冷家，小林氏正在院子里翻看着那些晒在外面的腊野鸭和腊兔子，看着一只只晒得都流油了，他的口水滋溜一声差点掉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林婆子走了过来：阿花呀，你小姑是不是又跑山上去了？这么久没见回来呢？啊，是啊，小姑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应该也快回来了。小林是悠悠地说道，一点儿没有担心的痕迹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那座山那就是他小姑子的花园，想怎么就怎么，惬意得很，所以没有必要担心。哎，那我进屋去把上次月儿买的布给做了吧。进屋之后，他朝着侧屋喊了一下：大丫儿啊，你小姑的衣裙做好了吗？里面立马回道：快啦，就剩下门襟儿和衣摆绣花啦。哎，那行，加紧时间做出来给你小姑啊，你小姑衣服旧了。好，奶。天空突然如小孩子的脾气一样，前一秒还晴空万里呢，下一秒却是黑云笼罩。冷月走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天空大变，心里暗道不好，于是赶紧用跑的回家。这边的刘明庸却是一脸的笑意，只见他和赵氏说道：婆娘，这天终于要下雨了，哈！我就说忠犬叔太担忧了，看来我的嘴挺灵的，一说完没多久就开始下雨。看来呀，我得说一下，我们家聪儿定能考上秀才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老不羞不害臊！不过咱们聪儿这么聪明，考上秀才那是肯定的。哎呀，赵氏嗔怪道。两口子口中的聪儿叫刘明聪，今年18岁了，是家中的小儿子。冷月回到家里的时候，雨还没有落下。小林氏和冷云在院子里收拾着腊肉，看到他回来了，都很高兴。小妹，你回来了，幸亏你赶回来了，不然等雨下来了就淋到你了。冷月颔首，神情有些严肃，把两个人都搞得面面相觑。二哥，咱们家的地估计得提前收了。为啥呀？提前收的话，麦子还没有那么熟。冷云疑惑道。冷月没有回他，直接让他们吃完东西进来堂屋。娘，你们听我说，明天雨停了，就去地里把麦子给收了。我看到过一本远古的农家记事，里面记载了大旱之后下雨，很大可能会有蝗灾。哟，月儿啊，你啥时候识字儿的？你不是不识字吗？怎么会看书了？林婆子的关注点放在了冷月识字的方面，因为对她来说，这是一件比蝗灾还要震惊的事儿。
我在王家跟我前公公学的，他识字。众人纷纷大悟，顿时以一种天才的眼光看着他。你们的关注点偏了，明天你们记得把地里的庄稼收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众人如小鸡啄米般点了点头。看到冷家众人都听话，冷月脸色到底是好看了许多，心想啊，明天再去镇上囤一点粮，不然到时候涨价了浪费钱。傍晚，这场大雨在很多人的期盼中如期而至。冷月站在屋内的窗户旁，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寻思着要不要提醒一下湾月村的村长，因为毕竟这种事一旦发生了，那可是毁灭性的伤害。哎，林婶，你今天突然过来是有事吗？明庸啊，是这样啊，我闺女和我说呢，她昨个晚上思索了一晚上，还是决定让我提醒你一下啊。那就是她在一本实用的这个农家记事里看到的啊，里面说大旱之后可能会有蝗灾，让你提前防范一下，尽量能通知村民们早点秋收，最好就是今天啊。刘明庸听完了，心里不以为然，在他看来这就是胡扯，可心里想归心里想，但面上还是要保持微笑的。哎，林婶啊，替我谢谢你家冷月，说明庸叔知道了，让他不用担心，毕竟这种事情微乎其微，发生的可能性很低。林婆子见刘明庸不相信，心里叹了口气，既然别人都不相信了，那他也没办法，随后便告辞走了。在他走后，赵氏有些担心地问道：勇哥，我觉得林婶好像特别认真，会不会是真的呀？赵氏担心，万一是真的，那湾月村的所有村民，甚至是周边乃至武安县的所有村民，都将面临着饥荒。他不敢想象这种画面呀。刘明庸看他一副担心的模样，便白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你们妇人就是爱乱猜乱想，这明摆着不可能的事情，你让我去叫村民们提前秋收，那地里的庄稼都还没有完全成熟，万一没有发生，那不是糟蹋粮食吗？这个时候，女儿刘明诗出声道：爹，娘也是担心您，毕竟您是一村之长，万一真发生了什么事，您岂不是要被上面批？所以您别生气了。爹，娘也是担心您，毕竟您是一村之长，万一真发生了什么事，您岂不是要被上面批？所以您别生气了。刘明庸见女儿说话了，便让心平静了下来，然后继续吃自己的饭。这边的林婆子只见他走到半路，又突然折去了胡氏家里。胡氏见他到来，十分开心，笑嘻嘻地说道：哎呦，今儿咋这么闲情，过来我这儿了？来，坐一下。哎呀，不用麻烦了，其实我过来呀，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也不知道你这婆娘会不会听我的。胡氏露出了白牙：哎呀，你说的我准听，说吧，啥事儿啊？那个，我闺女说呀，可能会有蝗灾，让我们今天呀把地里的麦子提前都收了。现在我家那2个儿子呀，已经带着我那2个孙子去地里了，估计现在已经开始收割了。我建议你呀，也让你们家快点把地里的庄稼收了，不然到时候可能啥也不剩了。胡氏一时不语，也不知道是在想什么。林婆子也是看在多年姐妹的情分上，才会苦口婆心劝她的，就看她信不信了。哎呀，你自己考虑一下啊，我先回去了。目送着林婆子走出家门，她思考了一会儿，眼神突然变得坚定，火速地召集了家里的全部人，跟他们说了林婆子刚刚跟她说的事儿。一群人商量了半炷香之后，才毅然地拿起家伙事儿，加入了提前秋收的行列。哼，都不知道冷家是发了什么羊角风，这好好的庄稼就这么糟蹋了。他们家是穷的没有粮食吃了吗？这眼瞅着马上就要秋收了，居然在这个节点上收割。哎呀，他的好姐妹王氏也笑哈哈的出声：兴许人家之前那些光鲜呀都是装出来的，其实暗地里呀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，不然怎么会干这种无脑的事儿？这个时候，刘喜的媳妇儿何翠花说道：我刚刚问过冷山了，他说呀是他娘和他妹妹担心地里会有虫吃了庄稼，所以才决定提前秋收的。反正啊，他是不相信冷家会穷得揭不开锅，因为上次他男人刘喜买完肉回来和他讲过，说人家冷家有钱，肉只拿出了50斤来卖，而且还不赚村里人的钱呢，其余剩下的300多斤肉都拿来自家吃了。你说这才过去几天呀，人家怎么可能穷得揭不开锅呢？谁的田里没有虫啊？就他冷家怕丑，我看的都是借口，也就只有你信，傻瓜。
何翠花见林大嘴骂他，于是也对了过去。说谁傻瓜呢？我说你才是蠢猪呢！人家冷家那300多斤的野猪肉都还没吃完呢，你就说人家穷？我看是你家穷，然后眼红人家吧，不然怎么蹦跶的这么欢快？你什么你呀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我看是你家穷，然后眼红人家吧，不然怎么蹦跶的这么欢快？你什么你呀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人家冷家再怎么样都比你们家有钱，光人家头上的银饰，你林大嘴家所有的家当加起来都没有人家多呢。林大嘴被何翠花气得双眼冒火，恨不得立马把他摁在地上打一顿。可是人家公公是族长之一，他要是敢动手，肯定落不到好的。于是把怒火压在了心底，没好气儿地说道：“哼，不跟你一个小辈计较。”这话音刚落，前面突然小跑过来一个妇人，只见她兴致勃勃地嚷嚷：“哎呦喂，那个胡氏也带着全家人去地里了，说是也提前秋收呢。哎，你说他们2家人怎么了？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这般行事呢？”众人一听，顿时议论声滔天。我估计呀，肯定是林婆子叫的。胡氏一向是林婆子的跟屁虫，林婆子做什么，胡氏都爱跟随着。哎呀，行吧，咱们就等着呀，到时候看他们的笑话。人群里有人附和，仿佛在他们看来，冷家和胡氏家就一定会后悔的样子。诚不然啊，到时候后悔不已的是他们自己。可是那个时候能怎么样呢？世界上又没有后悔药可吃。哟，月儿你回来了，正好午饭也做好了，你洗把手来吃啊，别饿着肚子了。冷月擦了把汗，随后应道：“知道了，这就来。娘，我又买了200斤大米和200斤面粉，这些就先放在我房间里，要吃了再拿出来。”月儿啊，家里不是还有几十斤大米和几十斤糙米吗？你咋又买了这么多呀？这个时候不囤点，到时候涨价或者没粮，那就不好。林婆子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啊，这样啊。娘，你别告诉别人家里有很多粮食，到时候万一真有蝗灾，人家第一个借的就是我们家。斗米恩、生米仇的事太多了，而且全村人光靠我们家也救济不过来，总不可能为了别人家搭上自己家的性命吧？还有，你等会吃完饭就去一趟外公外婆家，告诉他们务必这2天秋收，如果他们不听，就让他们去镇上买点粮囤着。冷月知道别人不会轻易相信这些话，即使对方是他娘的家人，但至少他提醒了，做不做就看他们自己了。月儿啊，娘知道了，还是你想得远啊。你哥嫂他们那几个呀，明明比你大，但是就是没你成熟，没你聪明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优点。好了娘，我吃饱了，我去给他们送饭吧，顺便送完去山上抓一些鱼回来做鱼干。你去吧，记得带上斗笠啊。就这样，冷月驾着骡车又去送饭了，想着送完之后骡车顺便留给他们，因为车可以装小麦回来，这样也能方便快速一些。地里的众人看到冷月过来，都十分的开心。车上有饭有肉，还有一锅绿豆汤，你们上来吃吧。冷月说完，看了看地里，见已经收割了大半了，应该再过1个时辰就收完了。他突然看到相隔100米远的地里也有一家人在收割，疑惑道：“那边也提前秋收的是谁家？”冷云看了过去，回道：“哦，那个是你胡婶家，估计是娘让他们家提前秋收的。”冷月没想到他娘居然也有这种本事，居然能说动一家人学着他提前秋收。不错，这家人的命不该绝呀。我去上山上一趟，你们吃吧。望着冷月渐行渐远的清冷背影，原本大口吃肉的冷玉红突然停下来了，感叹道：“小姑真霸气，我以后长大了要是能和她一样就好。”你是一辈子学不来你小姑了，你还是好好读书吧。你小姑说了，过2天让我带你和你林子哥去私塾拜师，你以后就努力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，回报你小姑。说到这个呀，冷云和小林氏心里十分感激他们的小妹，感觉他们现在所做的都远远不够回报她的，所以就只能是鞭策小孩，让他们好好读书，以后和他们这2个做父母一起回报。冷玉红郑重的点头，随后又接着吃起了碗里的饭。随着4天过去了，家里收回来的小麦也晒干收起来了。小麦虽然因为提前几天收割没有那么饱满，但是也还好，影响不大。但这个时候，村里的长舌妇又开始在村口发挥他们的本事了。我就说嘛，冷家和胡氏家会后悔吧？你们看看，这都收回来4天了，麦子都干了，也不见着我们地里的庄稼有虫子吃，就他们杞人忧天。胡氏也是蠢，怎么会听林婆子的鬼话呢？他们家指不定现在正后悔着呢。胡氏家，此时家里的2个老人正在发脾气，
无非就是在指责胡氏不应该听信林婆子的话。现在麦子也收了，也没看到地里有蝗虫什么的，而且提前秋收，麦子都减产了一小半。爹娘，我知道我这次是有些草率，但是我相信林婆子，她不会骗我的。这个时候，小孙子跑了过来，手里不知道捏着个什么东西。爷爷奶奶们，你们快看，这是什么虫子？门口有好多呀！当胡氏家众人看清了他手上的东西之后，眼睛瞬间都睁得大大的。难道蝗灾真的来了？刘春来呢喃着：“哎呀，快把院子里的麦子收起来！”而另一边，村口的众人，正当他们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人群里的王氏突然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砸了脸，啊的一声，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。啊！你们看啊，你们快看，天空上飞的是什么？一片黑压压的东西啊！那人指着天空大声问道。众人齐齐抬头，都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。直到族长刘忠全迈着微微发抖的双腿过来喊道：“那是蝗虫，你们快点回家啊，喊家里人去地里抢收。那是蝗虫，你们快点回家啊，喊家里人去地里抢收。再晚了，再晚就啥也不剩了。”众人听完他的话，纷纷惊恐的仰天大叫，接着边叫边跑了起来，像是逃命那般。蝗虫来了！蝗虫来了！大家快去地里抢收！一时间，几乎村里所有人都出动了。胡氏家也在火急火燎中把所有的麦子给收了起来。好儿媳，多亏了你，是爹娘刚刚错怪你了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们。胡氏微微一笑，摇头道：“嗨，爹娘，没事儿，我不怪你们，你们也是太关心家里了。其实早前啊，我这心里也忐忑呢。不过爹娘，按照这种情况，村里乃至周边的粮食啊，估计都得损失很严重。而且我想说的是，咱们家里的粮食也是刚好够咱们家吃，可能还要接济2个外嫁的小姑子。所以呀，村里任何人过来借粮都不要借，否则咱们家自己人都可能会饿死。”老两口神情严肃，随后郑重的点点头。哦，对了，荷花呀，前几天我让你通知你爹，你爹怎么说呀？娘，我说了，但他们不听，估计没有去做。说着，李荷花就哭了。她的心里此刻很难受，因为她不知道她娘家会不会断粮，因为她这边也没有多余的粮食能给他们呀。唉，胡氏见状叹了口气，她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只能说走一步算一步吧。明庸哥，你如今再自责和后悔都没有什么用了，你现在要做的是振作起来，明天早早去县城的县衙探一下口风，看看有多少地方受灾，粮食涨价了没有，然后组织村民去镇上或者县城买粮。刘明庸到底是把话听进去了，随后他抹了把眼泪，然后站起来进屋里去了。爹，再怎么样，人的身体最重要，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去做其他的事呢？刘明庸一听到吃饱这2个字，就是心痛万分。冷家此时照常吃着晚饭，外面的动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他们。小妹，还是你厉害呀！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家估计啊，也是外面其中哭喊的一员了。你们以后啊，务必所有的事情都听你们小妹的啊，她比你们聪明，比你们想得远，看得高，听她的呀，总不会有错的。众人纷纷认真的点头，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是这么想的。冷月看着他娘又当宣传委员了，心里忍不住想发笑。对了，小姑，您的2套衣裙我已经做好了，等会儿给您拿过去。辛苦你了，大丫。不辛苦不辛苦，我很乐意的。林婆子见状，不由得满意的点头。第二天早早，刘明庸就急急忙忙地赶着骡车去了镇上。他到县衙的时候，里面已经挤满了周边各个村的村长，这种情形让他的心猛地下沉。刘明庸从县衙出来后，脸上一直保持着十分愁苦的表情，因为刚刚县令透露了消息，说目前附近的好几个县都遭受了蝗灾，接下来他也只能是尽量控制这段时间的粮价了。说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这时，和他同镇的林家村的村长林正红向他走了过来。只见他眼眶发黑，双目发红，一脸不忿地责问道：“刘明庸，为何都有人提醒你了，你却没有相信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去实施了，那我们其他村肯定会感到异常，从而纷纷效仿着提前秋收，就不会出现现在的惨景了。”
他们林家村也就只有林勇两家提前秋收逃过了一劫，其他人本来还在看他们笑话的，可是如今却反过来成为了笑话，真是报应啊！昨天上午发生了蝗灾之后，下午他就去了一趟林刚家，他生气地质问他，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有蝗灾，还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他。结果被他反过来质问，问他如果告诉他，他会相信吗？而且他去秋收的时候就已经和村里人透过风声了，可是没有人相信呀，现在怪他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刘明庸此时本来就在崩溃的边缘，被他又猛地铺天盖地的责问，一个剧烈的打击下，他径直晕了过去。林正红见刘明庸晕了过去，顿时清醒了几分，赶快喊了路边的人和他一起抬了刘明庸去了济世堂。时间很快迎来了8月15，也就是中秋节，又俗称团圆节。原本应该是和和乐乐的节日，村里突然传来了几个噩耗。一是族长刘忠全去世了，突然性的，没有任何征兆，听说前一天还在树下静静地坐着。二是村头的徐婆子和村中的刘二柱都饿死了。这3则消息顿时让湾月村的人们议论纷纷，暂时忘记了自个儿家里缺粮的事儿。徐婆子是为了省下自己的口粮给他唯一的孙子吃，而另外的刘二柱则是和徐婆子相反，他是被家里的儿子儿媳们活活饿死的。说到这里呀，估计很多人都以为他那儿子儿媳们不是人，其实不然，是刘二柱生前造的孽罢了。刘二柱生前好吃懒做，还好赌呢，年轻的时候就经常打骂妻子，这些都被年少的儿子们记在心里，后来他把妻子熬得累死了。就这样啊，好吃懒做的刘二柱饿死了，没有任何人同情他，连死后也是一张草席给打发埋了。冷月听着这几件事，心里的感触颇深，但最终归结为因果报应。冷月听着这几件事，心里的感触颇深，但最终归结为因果报应。傍晚，冷家今天因为是中秋节，冷家特地的杀了2只鸡，1只炖汤，1只红烧，还另外炒了2个青菜。这说起来，青菜现在是一菜难求，因为自从那天下了一场雨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下过雨了，而且秋老虎是一天比一天猛烈，冷家的青菜那是靠着自家井里的水浇的，湾月河的水位已经下降的快要见底了。娘，小姑，你们说我爹他们会不会有事呀？哎呀，毕竟他们收着几千斤的小麦面呢，我现在听说林家村饿死了好几10个人呢，万一那村里人疯起来都跑进家里抢，可怎么办呢？好好吃你的饭，这些事不用你操心，他们比你聪明着呢，估计一有苗头啊，就带着东西跑过来了。小林氏想想也觉得是，便好好的吃起了他的饭，吃着香喷喷的鸡肉，他心里感到无比的幸福。正当他们家快吃完饭的时候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林婆子喊大儿子冷山去开门。开门之后发现是村长刘明庸。正当他们家快吃完饭的时候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林婆子喊大儿子冷山去开门。开门之后发现是村长刘明庸。村长，您吃饭了没有？您这个时候过来我们家干啥？刘明庸只是点点头，然后就越过他，径直走了进来。林婶，这次前来是有要事商量。啥事儿？林婆子如今对他的感官不是很好，要不是他不听提醒，村里哪会这么惨烈？说到底，他还是太不经事儿了。林婶，我知道我如今已经大错特错了，可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了呢？我如今只想做点什么让村里人好过一点。那你去做呀，你找我家干啥？我们是爱莫能助啊。刘明庸无语了，他都还没说就被拒绝了。林婶，你们冷家如今是村里粮食最富足的人家了，能不能在朝廷来派发救济粮之前，稍微帮助一下村里那些断粮好几天的人一下？林婆子本来要立马回绝，但是冷月突然出声。林婶，你们冷家如今是村里粮食最富足的人家了，能不能在朝廷来派发救济粮之前，稍微帮助一下村里那些断粮好几天的人一下？村长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前提是那些是品行端正，没有说过我们家是非的人，因为以德报怨这种事是不会出现在我们冷家的。刘明庸听完了，疯狂地点着头，脸上立马露出了微笑。他此刻就像个孩子讨了颗糖果一样，仿佛还没有吃就感受到了甜味儿。刘明庸走了之后，林婆子拉着冷月疑惑地问道：月儿，咱们不是说不随便借粮给村里人的吗？娘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只救济一下那些品行端正的人家，那些品行不好的人家咱们肯定是不救济的。而且你也知道，
村里品行端正的人家不多，大部分都是爱说人是非、爱攀比计较的人家，所以给不了多少粮食的。而且村里谁家品行端正，您不是一清二楚吗？也是啊，娘就这点好，眼力劲儿不错。自从答应了村长刘明庸会稍微救济一下村里品行端正的人家，接下来的2天里，冷家的门口进进出出的，好不热闹。哎呦，你们2个不会是想去冷家借粮食吧？哼，那我可奉劝你们了，就你们刚饿死爹的劲头，冷家是不会借粮给你们的。我说大嘴婶儿，人家冷家借不借，又不是你一言一句决定的。我们2夫妻既然来了，肯定也是知道人家冷家的规定的。至于借不借得到，那就是我们的事了。还有，人家冷家借不借给我们是另外一回事，但人家肯定是不会借给你们家的，你说是不是呀？姚桂花本来就是个小辣椒，但是也仅仅是针对一些对他们家不友好的人才会使出辣劲来，平时都是老实不惹事的。林大嘴被他对得双目圆睁，脸黑嘴抖，还没等他回骂呢，2个人就径直而去了，留下他手指颤抖的指着他们的背影。不借就不借，你们冷家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们等着，别到时候被人给偷光了粮食，哭天喊地的。只见被赶出来的2个人气囊囊的放话道。冷山怒目而视，大声回道：他们有本事就过来，看看我不把他们的腿打断，又审理慰劳去。这句话呀，是他小妹教他的，说一定要让自己看起来狠一点，这样才能吓到那些无赖。嘿嘿。放话的人一听，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，而一旁的姚桂花夫妇也是吓得咽了咽口水，顿时面面相觑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2夫妇端着借到的5斤糙米，然后呆愣的走了出来，仿佛还不敢相信一样。相公，以后咱们家要是挺过来了，一定要报答人家冷家，特别是冷月姑娘，要不是她，我们肯定借不到粮了。刘小树点头，我听聪子说过一句话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这粮食现在也是救命的东西，我回去一定也和大哥好好说说，让他们和我们一起记在心里。没多久，姚桂花夫妇能借到粮的事儿传遍了整个弯月村，也适时引起了一些去了没有借到粮的人的注意。下午，村里一栋狭小的茅草房里，大哥，这冷家我看是平心行借粮的吧？连饿死爹的刘小树家都给借粮，凭什么不给我们借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哼，别气了，我看他们冷家也得意不了多久了。我刚刚偷听到了刘赖子他们密谋，说今晚准备过去偷粮，还打算把冷月这个小娘们给上了。什么？他们疯了吧？光冷山这头大力的蛮牛在，他们怎么可能得手？要是这么容易偷的话，村内那些借不到粮的人早就去偷了。啥？他们要是没把握，怎么敢过去偷呢？我听他们说呀，他们花了1两银子买了1包迷药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咱们俩兄弟要不要加入他们一起？那肯定要加入了，不然咱们接下来怎么有粮吃？都围过来干什么？想要鱼自己去湖里抓，别挡我的路。月儿妹妹，你告诉你大麻哥是怎样抓到鱼的，大麻哥就放你回去。我劝你滚远一点，别到时候后悔。后悔什么？你别忘了，你如今是一个人，我们那会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算了，也不用你告诉我怎么抓的鱼了，你背头里的鱼给我们分了，明天再有鱼，给大麻哥我在这里等着。刘大麻的话让众人很赞同，纷纷也猥琐的大笑起来。突然，冷月看着这几个人嗤笑了起来，笑声把几个人都给整懵了。只见冷月眼神一扫而过，几个人顿时如同是失了魂一样，眼神涣散，神情呆滞，口里还流出了脏臭的口水。冷月嫌弃的一人一脚朝着裤裆踢了过去，顿时哀嚎声响彻云霄，几个人都如同是傻子一样躺在了地上，然后捂着痛处呻吟。冷月冷眼地看着这个场景，随后便抬脚走了。他相信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几个人要么等会儿被狼吃了，要么被家里人找回去，然后等死。随着冷月的离开，没一会儿就出现了一匹黑狼，随着他嗷呜的一声，陆续的又出现了4匹，紧接着惨叫声四起，一直持续了半个时辰才消停。冷月带着几条因为耽搁而不再动弹的鱼回了家，家里此时炊烟升起，阵阵饭香扑鼻而来。对于冷月来说，小林氏就饭煮的最好吃，菜嘛一般。小姑你回来了，今天去山上弄了什么？抓了几条鱼，今晚都做给你们吃。
哦耶！今晚又可以吃到小姑做的菜了，好期待！哎呦，你这个小破猴啊，小心你娘不疼你了。就喜欢你小姑做的菜呀，那你娘岂不是伤心死了啊？娘，我早就知道他这小子喜欢吃他小姑做的菜了。有一天晚上呀，他做梦还一语出声了呢。冷玉红觉得有些丢脸，咻的一下就红着脸跑开了。这模样难得的把冷月给弄笑了。吃饭了。随着冷月这么一叫，冷家人全部笑嘻嘻的涌了过来。一顿美美的晚饭吃完之后，夜幕渐渐降临，橙黄的月光普照大地。一时间，四周响起了高低起伏的虫鸣声。冷月在公寓里整理之前赚来的银子，目前银子还有3500两余。最近已经和鸿运酒楼停止了供货，因为他们那边现在也不营业了，大家都是粮食危机，而且镇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其他地方的流民，酒楼也怕流民会冲进去。把银子放好之后，冷月便开始打坐，练起了精神力。夜半，通往村尾的路上出现了3道人影。赖子，你确定你买的药有用吧？别到时候没用，我们可就惨了。对呀，赖子哥，我们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万一你的药真不管用，那我们可就搭进去了。刘赖子没好气儿的出声。我说你们唠唠叨叨的，我刘赖子既然敢来了，肯定是做好万全准备了。停顿了一下，又听他说道：这样我试过了，晚上刘大狗和刘二狗来找我，说要和我们一起干这一票。笑话，我能同意吗？这明明3个人就能搞定的事，我傻了才会让他们2兄弟来分一杯羹啊！于是我说不行，结果这2人就威胁要去告发我，结果被我撒了一点迷药，2个人就不省人事了。所以你们说这药有没有用呀？2人随之一笑，纷纷点头，还竖起了一个大拇指给他。没一会儿，3人就到了冷家的墙头外了。正当他们用力爬上墙头，准备翻进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几声哼哧哼哧的声音传来。起初他们还以为是什么虫子的叫声呢，但是随着声音越来越近，3人面面相觑，心想：怎么这声音有点像猪的声音呢？正当他们用力爬上墙头，准备翻进去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几声哼哧哼哧的声音传来。难道谁家的猪还没有吃掉，让它跑出来了？这么想着，3人的嘴角弧度扩大，齐齐咽了咽口水。赖子哥，要不咱们还是先抓猪吧，下次再来偷粮食。刘赖子吭声道：也不是不可以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说着，几个人就又翻了下去。等着他们下去，刚站稳，就听见哼哧哼哧的声音越来越大声。正当他们兴奋之际，只见2只黑黑的大物朝着他们跑来。待他们看清了是什么东西之后，已经晚了。随着一声惨叫响起，刘六子已经被野猪撞出去了3米远。惨叫声顿时也惊醒了冷家人和附近的一些邻居，他们都知道出事了，纷纷起床，然后点上蜡烛跑了出来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们不想死，快点救我们！只见刘赖子2人边跑边喊，声音充满了恐惧。人群里有人认出了是刘赖子和刘三牛，可是又怎么样呢？他们也不敢去救人呀。别说吃饱喝足有力气的时候，他们不敢去惹野猪，现在都饿着肚子没力气的很，你叫他们怎么敢上去找死啊？于是出来的邻居们又都纷纷麻溜的跑回了家，才把门给锁死了。随着一声又一声的惨叫声响起，2人都砰的一声重重的摔在了地上，口吐鲜血。随着一声又一声的惨叫声响起，2人都砰的一声重重的摔在了地上，口吐鲜血。这个时候，冷月才缓缓上前。野猪看到有人来挑衅他们，于是纷纷的转换目标，朝着冷月冲了上来。只见冷月一拳过去，野猪瞬间摔倒在地。接着他又悠悠地走过去野猪的身边，卯足力往他的头部来了一拳，那野猪瞬间就没了动静。趁着夜色朦胧，另外一头已经吃了人的野猪，冷月不打算用手解决，走过去背对着冷家众人，直接用精神力把他给弄晕了。冷家众人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冷月这么彪悍的一幕。哎呀，你这个大胆的丫头，你是想吓死娘啊？说着，林婆子就要走过去看他有没有伤到哪里。别过来！冷月，月儿咋了？是野猪还没死吗？这里有死人，别过来吓到了。大哥，你过来把远处那头野猪拖回家。二哥，去喊村长过来。2人听到吩咐，立马行动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冷山的声音传了过来：小妹，这2个躺着的人怎么办？别理他们，把野猪拖走就行了。好的。
六子，爹的六子啊，你咋就这么去了呢？你都还没有娶媳妇儿呢。你们别管这个死的不能再死的，后面还有2个躺着呢。众人一听，在他们看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2个人时，村长刘明庸赶紧指挥着他们的家人把他们抬回去了。做完这些事儿，刘明庸迈着发抖的腿走到了冷月的跟前，问道：听冷云说是你打死的野猪，这是真的吗？真的。然后呢？冷月忍着困意说道：不错，你这次为我们丸月村做了大贡献了。如果没有你，野猪肯定不止伤害这几个人，估计以后大白天都敢出来伤人。行了，把地上的人处理好就行。为丸月村做这点事我还是能做的。另外，你们把这头野猪抬走吧，给你们吃了，我们家不要。刘明庸等人听他这么一说，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野猪肉身上，顿时眼里冒光。这个时候，冷月的话又随着风飘了过来：这头野猪最好早上早早就杀了，因为它只是晕过去了。意思是他还可能会醒过来？众人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打算早早就杀了吃了。不过表面上还是笑嘻嘻的感谢了冷月一番。村长啊，你可得给我们家多10斤肉啊！我家六子都被野猪给咬死了。是啊，村长，不多给10斤肉的话，恐怕六子在天之灵得不到安息的。刘赖子的爹娘见到他弟弟弟媳这么要求，他们也立马加入了要肉的行列。村长，我们家赖子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呢，他估计得补一下子身体才能好起来。我们要求也不多，和我们大哥家一样，多给10斤肉。村长刘明庸见他们这样贪心，没好气儿的骂道：能分你们肉就不错了，你们这些做爹娘的不知道你们儿子3更半夜去干什么吗？别以为人家冷月不追究，你们就当啥事也没有。这话一出，人群中那些婆娘顿时议论纷纷。哟，村长啥意思呀？是说刘六子他们去冷家偷？那肯定是呀，不然谁会3个人3更半夜的去冷家附近晃呀？不过也怪他们3个命不好，偏偏碰到没东西吃而下山觅食的野猪。哎呀，是呀，看来冷家那里确实不安全，也不知道他们以后晚上睡不睡得踏实啊。冷家需要你们这些人担心啊。听说人家冷月可是会打野猪的，2头野猪都是他一个人打死的呢。不是吧？这不是冷山打的吗？怎么可能是他一个女孩子打的？反正我不信。切，我也不信，估计是吹嘘出来的。村长刘明庸的话让刘六子2家人都不敢再吭声，因为他们也心虚啊。这边的吵闹和冷家人没有关系，此时的他们正在睡梦中。日上中午，冷月才悠悠的起床，在公寓里洗漱完又吃了早餐之后，他就出来了。月儿啊，还困吗？是不是饿了？林婆子走过来拉着冷月一顿关心，毕竟闺女昨晚可是使了这么多力气呢。不饿，我已经吃过东西了。哦，对了娘，野猪怎么还不叫人过来杀呢？留着这么热的天会臭掉的。小妹，大哥上次看过徐屠户杀猪了，大哥现在也会，等会儿就把他杀了。冷月感到有些意外，想不到这憨憨的大哥还有这本事呢。很好，那等会儿呢你就把它处理了吧。娘，我去一趟深山，你们先忙。啊，去那深山干啥呀？现在咱们家又不缺吃的。山里现在的情况不知道如何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毕竟现在野猪都下山吃人了。林婆子一想也觉得是，毕竟野猪都是第一时间先在他们家转悠，危险程度很大，于是就叹了口气同意了。唉，你走吧，我养不起你。苗条虎见状立马小声的嗷呜了几声，似乎是在说：我很好养的，很少吃肉，都是吃草药和果子，而且以后我自己会去找东西吃的。见鬼，我怎么好像听得懂他在说什么？结果冷月一走，那只苗条虎也跟着他走，那小心翼翼的走姿，再配合着冷月看过来他就咧着虎嘴的傻样，顿时让冷月败下阵来。行，你可以跟着我，但是你以后得要进去一个地方，那里没有森林，只有几盆草，而且你不许在里面搞破坏，听到了没有？苗条虎见他的主人接受他了，立马卖好，用虎嘴轻轻地咬住冷月的衣角，表示要带着他去哪里。你要带我去干什么？这太阳快要下山了。主人，我带你去找好东西。冷月也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，但是想到自己也不怕任何东西，就打算跟着他去看看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一人一虎来到了一处很大的洞穴门口，里面有好东西。嘿，里面有猴儿酒。猴儿酒？
这东西这么稀缺，这虎确定里面有吗？真的，我上次进去过，还特意闻了一下呢。不过我不敢喝那东西，我知道你们人类喜欢。主人，你快进去吧，不然猴子们就觅食回来了。说，你今天是不是打算来偷我们的东西？一只老猴子用动物语言和苗条虎对话。嘿，没有，我只是来洞口转转。那只老猴子表示不信。你骗猴？你会这么闲情逸致的过来我们猴洞转悠？哼，你们猴不是不知道本虎一般都是这么闲情逸致的吗？冷月在里面听着这只傻虎的话，不由得想笑，心想这虎真是可爱的紧呐。随后他又闪进了公寓里，把猴儿酒放好，然后又从冰箱里拿了6罐梨罐头出来。他打算以物换物，给这些猴儿们做报酬。主人啊，你干嘛给这么好吃的东西给猴子们？不给咱们也可以走呀。以后既然跟了我，就要拥有美好的品德，不要占人家便宜啊，毕竟别的动物也需要吃的。再者，我不会让你饿着的，放心吧，家里还有很多这种罐头，你以后可以吃得到。好了，走吧，这次是要带我去哪儿？我带你去一处很多宝贝的地方。就这样，一人一虎的身影渐行渐远，慢慢消失在了交错复杂的树林中。你确定这里有宝贝？主人，我确定。我还有一个朋友住在这里呢，他是负责看管这些宝物的。行吧，我信你。冷月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，因为这里怎么那么像墓穴呢？不会误打误撞从墓穴的另一个入口进来了吧？这间墓室的正中间悬空着一口金色的棺，看上去威严又阴森可怕，而它的下面则是放着4口木棺，看那个摆位有点像是在守护正主一样。冷月心道，应该是进入了正主的墓室了，因为金棺不是谁都可以用得起。这么想着，冷月就捡起地上的几块石头，对着石像射了过去。石像遇到了碰撞，几秒之后就做出了防御，不断的转动鸟头，发射出利箭。苗条虎见它的主人这么聪明，又咧起了虎嘴，心想：嘿，老天爷哦，我的主人真聪明，真厉害，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神。待石像发射完，冷月才带着苗条虎慢慢的走了进去。一进去就感觉到了一股土腥味扑鼻而来，仔细闻的话还夹杂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儿。这么潮湿的地方，棺中估计有可能生长着血灵芝。想着，冷月就走到了木棺旁，沉吟了一下，就着手推开了棺椁。他探头一看，好大一朵血灵芝啊！不错，今日的收获可以呀。刚摘完了这朵血灵芝，放进冰箱里，就听到有东西爬行的声音。你听到有什么声音响了吗？主人，我听到了，听那个声音，估计是我那好朋友。你好朋友是什么动物？是一条大黑蛇，它平时最喜欢吃仙草啦，还立志要修炼成精呢。我就是学它才不吃肉的。你那朋友活了多少年？苗条虎眨巴了一下虎眼，像是思考一样。听他告诉我说他活了100多年了，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。冷月心道，是不是正主来了就知道？随着地面窸窸窣窣的声音不断变大，没一会儿，一条全身泛着黑光的大黑蛇就出现在一人一虎的面前。嘿，你过来了，你不是这个时候喜欢睡觉吗？我还能睡得着吗？我一听到动静就醒了。还有，你为啥带个人类进来？你是疯了吗？他是我的主人啊，可厉害了呢。我带着他进来拿宝贝呀。我想着嘛，你这一辈子守着这些不能吃的，还不如给我的主人拿去呢。黑蛇被他的歪道理给堵得胸闷气短，就差给他一拳了。虽然那些东西不能吃，但是是我生命看守的。哎呀，没事，我的主人就拿一点就好了，你还有很多呢。黑蛇一听，生气的舌头一扭，不再理他了。这个时候，冷月出声了：“我们走吧，反正也有好东西了，其他的不要也罢。”对于冷月来说，人家黑蛇有自己的使命，既然人家不给，那他便不要了。反正钱可以自己赚，还有就是血灵芝卖了，估计也能换很多钱呢。我们走吧，反正也有好东西了，其他的不要也罢。什么好东西？是仙草吗？黑蛇瞪大了蛇眼，嘶嘶地问道。此时他已经知道这个人类是能听得懂他们的动物语言了。问完之后，他心想：我守在这里这么久，除了自己睡的墓室有长仙草之外，其他地方都没看到过。
而且我现在把仙草都吃完了，正愁着去哪里找呢。冷月看了他一眼，淡声问道：你要拿其他宝贝来换吗？最终冷月以小的那朵血灵芝换了一大箱的金银珠宝。走的时候啊，黑蛇还开心地跟他说呢，让他下次有仙草记得拿过来和他交换。踏上归途的时候，已经是红霞满天。我给你取个名字吧。苗条虎咧着虎嘴，笑着点着虎头。冷月思考片刻，淡声道：叫凌波吧，意思就是体态轻盈的女子，恰好你身形和性别都能对得上。嘿，好，以后我就叫凌波。冷家这边，林婆子等人对于大门外哭喊的人充耳不闻，尽管此时外面已经是围观了许多人。哎，你说这林婆子可真冷血呀！曾经的亲家都这样来求了，梁不接就算了，门都不给开一个。哎，你说这林婆子可真冷血呀！曾经的亲家都这样来求了，梁不接就算了，门都不给开一个。其实也不怪人家林婆子，我听说呀，当初是李来弟自己提出要和离的，说是嫌弃被修回来的小姑子在家吃白食。哎呦，要是真这样的话，那还真不怪人家林婆子。村里谁不知道她最疼爱的就是她这个女儿。要我说呀，人家李来弟的做法也没错，毕竟咱们村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修回家吃白食的小姑子呢。我说何寡妇，你是眼瞎了还是心盲了？人家冷月现在谁不说能耐呀？冷家要是没有她，哪会像现在这般好过？这种小姑子，我们家要是有，晚上睡觉都会笑醒。路过准备去山上的姚桂花，因为听不得人家这么说冷月，就停下脚步骂了过去。这些话刚好被回到不远处的冷月给听到了。何寡妇那是个蛮缠之人。呸！你个贱人，说谁眼瞎呢？合着冷家给你们家借了几斤粮食，你们家的人就去当狗腿子了吧？哎呦喂，说句公道话就成狗腿了。如果如你所说那样，做狗腿也不错，起码对方是个能耐人。而你就不得了了，因为你品行不正，人家不借粮给你，你现在就使劲诋毁人家。我看你呀，如今就是一条咬人的疯狗。而你就不得了了，因为你品行不正，人家不借粮给你，你现在就使劲诋毁人家。我看你呀，如今就是一条咬人的疯狗。何寡妇气疯了，大声问道：我怎么品行不正了？这东西还要我说出来吗？你确定？上个月5号……姚桂花吃了一声，这话一出，何寡妇立马大声制止：不和你计较，我去山上找吃的去。说完了，立马就迈着小碎步跑了。刘大脚见没有人支持他了，瞬间底气不足，哭喊的声音渐渐弱了下来。这个时候，冷月冷着脸走了过来：你跪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赶紧离去！刘大脚见这个煞神站在自己的面前，顿时想起了之前他女儿李来弟儿被打的场景，于是赶快哆嗦着起来，然后跑了，留下一脸懵的围观群众。你们也快散去，别围在这儿了。冷月说完，就一个利落的弹跳，一下子就翻进了家里。众人又是一脸的懵啊！他们看到什么了？这么高的墙，她一个姑娘家的，居然一下子就翻进去了！苍天哪！他们终于相信了，是他打的野猪啊！你们也快散去，别围在这儿了。冷月说完，就一个利落的弹跳，一下子就翻进了家里。众人又是一脸的懵啊！冷月翻进院里来，把在院里做腊肉的冷家众人都给吓了一跳。哎呀，月儿啊，你咋不叫门让娘去给你开呢？啊，翻墙多危险呢！林婆子逮着冷月就是一顿说教，翻进来快一点，也顺便威慑一下围观的人。对了，我挖了1篓野菜，今晚炒一些来吃，家里的就先不拔了。说着就把背篓放下，露出了里面的野菜和一小部分的四叶参。哟，这东西不是四叶参吗？娘已经好久没在山上看到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还是深山好东西多呀！冷月点头，明天拿来炮制，以后放家里用。咱们家的钱目前还算够用，就不卖了。哎呀，好。林婆子是越看着这些四叶参，心情就越美。娘啊，这四叶参很好吗？看您笑得这般开心。哎呀，这四叶参呐，可谓是我们平民的宝药啊。傍晚，正当冷家准备吃饭的时候，大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，紧接着一道慌张又熟悉的声音飘了进来：英子，快开门，我是你大哥。众人一听，立马意识到出事了，赶紧跑过去开门。一开门就发现林刚等人都是狼狈不已，脸上和手上都是带着伤。嘿，这怎么了？是不是林家村的人都去咱们家抢粮食了？林婆子拉着林刚紧张地问道：娘，
先让外公外婆和舅舅们进来家里先。冷云出声说道。被儿子一提醒，林婆子才慌忙的让林家众人进来。大丫儿、林子还有红子，你们几个去厨房倒几碗水过来，给你们外公外婆们喝。爹娘、大哥大嫂，你们现在可以说是怎么回事了。刚问完，人群里的林康立马低下了头，脸上的神情十分懊悔，而林勇和纪兰两个老的纷纷摇头叹息。林刚也不知道该怎么来组织语言说，就示意婆娘和秋娘来说。说起来，都是家门不幸导致的。10天前，徐氏说回趟娘家，我见他什么东西都没带，就松口让他回去了。回去前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不要告诉他家人我们家有粮的事。结果他满口答应，没想到他从娘家回来的第2天，他爹娘就上门来讨粮食。没想到他从娘家回来的第2天，他爹娘就上门来讨粮食。我们当然不给，于是他们就在门口骂了2个多时辰。见我们没有理会，骂完之后就走了。今天下午，他们就带着一群人过来撞门。意识到不对，我们就立马把家里剩下的粮食装上车，带着家当往新开的后门逃了出来。这个徐氏是脑子长瘤了吗？这些年你也没亏待过他，如今荒年又有粮吃，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。一旁沉默许久的林刚才适时悠悠的开口：罢了，这种祸害以后就当他死了吧。小莲、小雨，你们2个以后就当那个娘死了，知道没？让我发现你们2个以后偷偷和他往来，我必逐你们出家门。2个孩子本来心里还有些难受，被他们奶这么一警告，心情瞬间支棱了起来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也知道他们娘做了很大的错事，是关系到他们全家性命的错事，所以除了心有些难过之外，更多的是对他娘的憎恨，恨他为什么这么蠢。明明他们的外公外婆和舅舅都对他不好，他却还是要一心向着他们。老大，我们是挨家挨户抢，还是直接去那女人说的冷家抢？瘦猴问道。常威思考片刻，悠悠的开口：直接去冷家，不过目前先抓个人，问问冷家在哪儿。于是大队人马就径直进了村，一进村就造成了村里集体恐慌。你们是何人？为什么一大早进来我们湾月村？我问你，冷家是不是有很多粮？瘦猴语气凶狠地问道。大爷，冷家的粮食其实也不多，多的是刘春来家的。他没有说谎，据他所知，冷家就3亩田地，而刘春来家有8亩田地呢，收割的粮食那是冷家的2倍还多呢。瘦猴一听，看了看老大常威，意思是冷家的粮食不多了。大爷饶命，冷家的粮食只是比刘春来家的少而已，但还是有几百到1000多斤的。常威等人接收到信息，就没有再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了，但还是让他带头指路。没人发现的是，角落里有个妇人听到了消息之后，就快速的跑了。不好了，有大批带刀的流民进村了，他们还指定要找你们冷家，你们快带着东西躲起来吧。不好了，有大批带刀的流民进村了，他们还指定要找你们冷家，你们快带着东西躲起来吧。只见冷月的脸上没有一丝害怕之意，他悠悠地问道：那他们现在在何处？姚桂花急忙回道：他们如今应该是去胡婶家了。沉吟片刻，冷月开口道：辛苦你了，你先回去带着你们家人躲好，其他不要怕，我会带人去解决的。姚桂花点点头，随后便又跑了。月儿，怎么办？要不咱们躲山里头？林婆子此刻特别的慌张，她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儿。是啊，小妹，我们躲山里头吧，对方带着刀，不好对付。只见冷月淡定的开口：没有必要，那些人都是饿了一段时间的，恐怕也没有多少力气了，就大哥和二哥随我去一趟，其他人全部留在家里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月儿啊，你可别跟娘开玩笑啊！再怎么着那都是一群带刀的男人呐。娘，我何时做没有把握的事了？你到底听不听我的？林婆子被她姑娘一唬，瞬间不敢再劝她了。她是关心则乱，等着心平静下来之后，她这才想起她闺女一个人能够打2头发疯的野猪的事儿，于是讪笑道：行，娘不说了，你带着你那2个哥呀，赶快去你胡婶家吧。
于是就这样，冷月带着不知危险憨憨的冷山，以及心里有些害怕的冷云出发了。几人手上都拿着一根棍子。老大，一共有20袋麦子，每袋约200斤，还有3大袋麦子磨成的面粉，这些要全部拿走吗？胡氏众人一听，顿时抱着侥幸的心理，希望他们能够留下一些给他们家。只见常威想了一下，沉声道：全部拿走，我们一路南下，肯定需要大量的粮食支撑。这话一出，胡氏他们的身体便软了下来，这让他们以后可怎么活呀？就在常威等人满载离去之际，冷月带着冷山和冷云堵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只见人群里一个猥琐的年轻男子笑嘻嘻地说道：哟，这是白送来一个妞儿，老大，这个妞儿我们带走吧，她生的娃一定很好看。常威的内心深处挣扎了一下，想着既然抢粮都抢了，再抢一个漂亮女人也没什么，于是便挥手让瘦猴上前去绑了面前这个女人。就在瘦猴上前准备拿绳子绑的时候，冷月一拳揍了过去，把瘦猴的头都打爆了，可见用力之大呀！居然敢动手杀人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把这个娘们儿和这2个男人给我杀了！常威的心久久不能平复，因为一直以来瘦猴都如同他亲兄弟一样，2个人扶持着一路走过来，他原以为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一路南下，没想到如今就这样死在了他的面前。大哥二哥，等会儿不要手下留情，这些人的品性已经歪得彻底，抢光人家的粮，如今又想要抢女人，留下肯定是后患无穷，听到了没有？冷山冷云2兄弟听了这话，然后重重的点了点头。就在瘦猴上前准备拿绳子绑的时候，冷月一拳揍了过去，把瘦猴的头都打爆了，可见用力之大呀！居然敢动手杀人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把这个娘们儿和这2个男人给我杀了！一行人包括领头的常威都是拿着刀向冷月砍了过来。冷月一个连环回旋踢，瞬间倒了一片，每一脚他都注入了80%的力气，方便给他们留2口气。随着冷月干净利索又快准狠的操作，胡氏家的众人都惊呆了。乖，冷月这妮子怎么这般厉害？冷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呀！其他的流民看到自家老大快不行了，纷纷弃了武器，跪地求饶。是谁告诉你们我们2家有粮的？在冷月看来，肯定是有人特意指点过他们，然后才会径直过来他们湾月村抢粮的。常威见已败落，也知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，便如实回答他：是我们在镇上入室抢劫的时候，一个瓷器铺的妇人告诉我们的。瓷器铺，这个妇人是谁？冷月疑惑地思考着。我知道，是李来娣这个女人，她前不久再嫁了，嫁的便是瓷器铺的张石。冷月听了李荷花的话，心里顿时一阵反感，这个李来娣真是秋后的蚂蚱又出来蹦跶了，看来得让她提前结束了。哼，小妹，大哥这就去镇上打死那个女人。别急，晚点咱们再一起过去镇上看看。如今咱们先去一趟县城，这么久没有去县城了，也该去探探情况了。最后，冷月带着胡氏家众人拿着绳子把一干流民绑了起来，又带着冷山和冷云把他们一起带去县城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玉儿他们怎么样了呀。林婆子刚才的放心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又渐渐的生出了担心。要不让你大哥带着你2个侄子去看看吧，这么等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这个时候，冷家大门又被拍响了，这个声音把院子里的众人都给吓得够呛。谁呀？是我，老姐妹儿。一听是胡氏，林婆子迈着双腿哒哒哒的跑去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我闺女他们呢？她不是去你们家救你们了吗？啊！林婆子探头出去，前后后看了一遍，也没有发现她闺女的踪迹。救着了，就是她让我过来告诉你们，她和冷山冷云带着流民去县城了，说是要交给官府处理。那就好，我就知道我闺女厉害。是，你闺女最厉害，也不知道你们冷家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了，这辈子有冷月这么个能耐的孩子。这话林婆子爱听。待胡氏走后，院子里的众人围了过来。怎么样，带来什么消息？好消息，玉儿他们呀把流民都给抓住了，现在正往县城里去呢。乖乖，表妹这么厉害的吗？那可不是，要我说呀，这10里8乡都没有像你表妹这么厉害的姑娘。当初也是王家眼瞎，宝玉在面前都能弃之如履。能不能先休息一会儿？兄弟们快挺不住了。只见常威诺诺的开口，眼神中充满了乞求，因为这些弟兄们都是他们村的人，
他不忍心看着他们就这样死去。你现在知道挺不住了，怎么前不久还心狠的想把人家一家子粮食全部都给抢光呢？那个时候你怎么就没想过人家家里没有粮食会挺不住呢？冷月的一声声质问，顿时让常威的内心破防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我们全村的人以及我的家人们都需要养活，如果不是这破朝廷不作为，谁愿意去抢东西？谁愿意背井离乡？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抢老百姓的东西，之前也就抢过一个附身的而已。我还有一个2岁大的孩子等着我回去给他拿吃的呢。近来的种种痛苦瞬间席卷并且蔓延常威的身心，这一刻的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痛哭不止。随着他的哭声，后面很多流民们也都跟着抽泣了起来。小妹，其实他们也是可怜人，要不就放了他们吧。我还有一个2岁大的孩子等着我回去给他拿吃的呢。小妹，其实他们也是可怜人，要不就放了他们吧。冷月内心过了一遍，随后冷声道：如今这世道谁也不好过，我知道人都是自私的，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但你们要坚守自己内心深处最后一缕善意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都应该给弱势的群体留一条生路，而不是像今天那样把人家的粮食抢得一干二净。这样做你们日后只会日益变狠，从而没有一丝人性可言。姑娘，我们错了，你放过我们吧，我们家里还有孩子等着我们回去呢。放过你们可以，但之前猥琐过我的人需要自行了断，我不容许你们之中有强抢民女的人在，这样的人活着只会带坏你们的品行。好，我自行了断，希望你能履行你的承诺。说着，常威就一把抢过了冷云手上的刀，对着之前那个最先开始说要抢冷月那个年轻男子砍了过去。那男人不可置信的应声倒地。好，我自行了断，希望你能履行你的承诺。说着，常威就一把抢过了冷云手上的刀，他便对准了自己的脖子，果断地抹去。他觉得值得了，死1-2个人可以让几10个人活着，这是他最后能为乡亲兄弟们做的了。随着扑哧一声响起，常威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他望着若干为他哭泣的乡亲兄弟们，最终笑着闭上了沉重的眼睛。愿下一辈子这世道不再这么艰难了。最终一行人没有再继续赶往县城，而是在常威了断之后，冷月便放了他们，还让他们其中5人随他回去湾月村拿粮食。他打算给他们1袋粮食，并且叮嘱他们尽快一路南下，还告诉他们只有南下才能保住他们的命。做这些其实就是冷月于心不忍。再者，这些人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坏人，因为再如何他们也没有杀人，也没有抢没有多少粮食的人家，并且他们的家中还有老人孩子要养。那么他便给他们一次活下去的机会，至于未来如何，那他便不知道了，只能说尽人事听天命。娘，我带着大哥驾着骡车去一趟县城，我要了解一下县城如今的情况，我估摸着情况可能不太好。哎呀，月儿啊，不先吃完饭再走吗？这都大中午的了。不了，娘，我们2个人呢去到县城再吃点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有人拍门别急着开，问清楚再开，现在外面流民这么多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冷月叮嘱道。林婆子点点头表示知道了。就这样，冷月带着冷山又踏上了去县城的路。半炷香之后，2个人来到了县城里。你们来这县衙干什么？这狗官如今拒不见人，你们白来一趟了。我问你，朝廷一直没有派救济粮下来吗？派个屁！这么久了，上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看估计是那些狗官连上报都没有，只管自己吃饱喝足，不管我们这些当老百姓的死活。朝廷现在都自身难保了。为何这么说？冷月对着他问道。他们正在和南方的土皇帝打仗呢，粮食都充军饷了，哪里还会有多余的发给咱们这些老百姓？朝廷现在都自身难保了。为何这么说？他们正在和南方的土皇帝打仗呢，粮食都充军饷了，哪里还会有多余的发给咱们这些老百姓？如今要想再多活一阵子，就只能去充军，打赢了还好，就怕打败了死在战场上，估计连尸首都回不来。土皇帝是谁？为何会打仗？在冷月的记忆里，华阳国只有1位皇帝啊，怎么冒出个土皇帝来呢？那男子见自己应该时日不多了，便把自己知道的说给冷月听。咱们之前的开国皇帝庆元帝，
传闻在她晚年时期，突然变得专宠玉贵妃，后生下了一位皇子。那皇子出生时，突然百鸟来贺，庆元帝认为这异象是天降大福，便给这皇子取名元瑞，寓意福泽齐天。后在此皇子长大之后，便又封为瑞王。就在庆元帝即将驾崩之际，还特意下旨把土地最肥沃的南部地区赐给了他做藩地。自此之后，很多人都知道了皇帝的偏爱，也由此诞生了南方土皇帝这一称呼。很多人都知道了皇帝的偏爱，也由此诞生了南方土皇帝这一称呼。要说这男子为何如此熟悉国事，是因为他是一名秀才。他之前为了考取功名，然后特地钻研这些事情，以防不了解朝廷时事。爹娘，儿子不孝，之前为了考秀才，花费了家里众多的银钱，如今考上了秀才，却又迎来了荒灾。可怜你们两位，还没享到儿子的福，就又舍身而去了。下辈子由我来给你们两位当爹娘，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这一声声的气数让憨憨的冷山都伤心的哭了。只见他擦着眼泪说道：小妹，他好可怜，都是秀才了还这么惨。在他的印象里，秀才公都是不可高攀的人物，如今见到如此惨的秀才公，他的心有些难受。冷月瞥了他一眼，随后朝着那男子说道：想活就起来跟我走。最终那年轻秀才跟着冷月他们走了。小妹，他好可怜，都是秀才了还这么惨。冷月瞥了他一眼，随后朝着那男子说道：想活就起来跟我走。最终那年轻秀才跟着冷月他们走了。吃吧，这个可以充饥。真好吃。说着3两下就吃完了。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了。恩人，我姓许，字青云，以后唤我青云便可。冷月点头。我救你是想你做我侄子的老师，你以后就负责教他们知识。许青云重重的点了下头，眼眶微红。如今方圆百里都不安全，你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走。那行，不过可否允许我告知一下街坊邻里，毕竟大家相处了这么多年头。冷月挥手让他去，但告诉他要尽快。恩人，咱们走吧，青云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了。行，走吧。哦对了，你知道县城里的牙行还开吗？因为他想买2辆马车，以防接下来南下的时候需要用到。应该还有，昨天我还看到牙行的掌柜。那你带路，我们过去一趟那里。娘，我买这个马车是有用的，咱们恐怕明天一早就要离开了。离开？离开去哪儿啊？月儿，咱们在这好好的，这干嘛要离开呀？啊？是啊，月儿，咱们离开去哪里？去山里吗？何秋娘也插进来疑惑地问道。除了这2个当家女主人，其他人也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冷月。咱们要南迁。为什么呀？咱们家坚持不了多久，很快村里人都会因为没有粮食而发疯，流民也会一群一群的涌入进来。万一到时候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围攻咱们家，那我们在劫难逃。2，外面很快就要爆发瘟疫了，再不走，也会因为感染瘟疫而陆续死人。所以留下来再怎么样也是个死局，还不如南迁，起码路上有他冷月在，肯定能保证家人们活着。过了半晌，由冷云率先开口：那小妹，咱们走吧，明天一早就走。还是月儿考虑的周全，大舅家愿意跟着你们走。那咱们明天就走，今晚大家都好好收拾东西，该舍弃的就舍弃，别不舍得，咱们带不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。众人一脸沉重的点点头。对了，这位是许青云，我请来的秀才先生，以后就负责教导家里几个孩子读书。听了这话，众人才注意到冷月身后的年轻男子。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心情沉重，就没有过多的攀谈，只是强颜欢笑地朝着他打了个招呼。这一夜几乎所有人都失眠了，除了冷月以外。他此时在公寓里坐在沙发上和凌波说着话。凌波，我们明天就要南迁了，你想留在这深山里，还是跟着我走？肯定是跟着主人你走啊，现在深山哪里还有多少吃的，而且去了南方也一样有山呀，以后无聊了还可以去山里给您找找宝物呢。哼，这话说的有理有据的，冷月都被他弄得哭笑不得了。第二天雾水正浓的时候，胡氏一家7口和姚桂花一家6口都带着包袱行囊等在了冷家大门口。胡氏见状便敲了敲门：老姐妹，
起床了吗？我们来了。听到是胡氏的声音，林婆子便走过来开了门。哟，你们来的可真早，我们家昨个晚上都没睡好，所以今儿个起晚了些。你们快进来吧。戴冷家人全部洗漱完了，又吃了早饭，众人这才一同踏上了南迁的路途。随着浩浩荡荡出行的队伍走过，弯月村彻底炸开了。哎，你们快看呐，冷家和胡家的粮食还有这么多，他们这是要带着粮食去哪儿啊？这么多粮食，为什么不分一点给我们？这些狠心的恶鬼！这时，村长刘明庸得到消息跑了出来，朝着他们问道：“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”由林婆子代表回他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往南边逃了，朝廷在打仗，已经不可能发救济粮了，而且这里啊已经不安全了。我闺女说，这里这么多没有处理的死人，无日便会爆发瘟疫，再不逃啊就来不及了。”爆发瘟疫？瘟疫？乡亲们，听我说，咱们也一起逃，往京都逃去。现在快回去收拾东西，下午咱们就一同出发。人群再次炸开了，有人哭着说：“哎呀，村长啊，我们家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怎么逃啊？遇到半路要是没东西吃，那不是得饿死在路上？”是啊，在咱们弯月村还能去山里找点吃的，而且还有湖水，外面要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那我们不得饿死吗？一时间人群里哭声震天动地，悲惨万分。村长啊，我们家留了2袋粮食给您，您到时候分给一些跟着您逃的乡亲们吧。这2袋粮食是他的极限了，希望能帮他们一把吧。村长，我希望你能好好利用这些粮食，不要给一些狼心狗肺的人给糟蹋了。出发！说完，冷月喊了一声出发，众人头也不回地跟着走了。待刚走出村口，后面就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。红子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只见黑牛边跑边哭喊着，眼泪都模糊了他的眼睛。红子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只见黑牛边跑边哭喊着，眼泪都模糊了他的眼睛。坐在马车上的冷玉红也听到了这撕心裂肺的哭喊声，他希冀地望着他奶林婆子，希望他能同意停下来，让他和黑牛道别。冷玉红看到车停了，便开心地跳了下去，撒腿就往黑牛那儿跑。红子，我曾经和你说过，男子汉是不能轻易流泪的，但是如今不一样，咱们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咱们以后再也不能一起去山上摘野桃了。黑牛，你别哭了，你哭我也想哭了。咱们以后肯定还能再见面的。那红子，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？你会不会很快就忘记我？不会，我永远都记得你。那就好，这是你说的。你走吧，你家人在等你了，我回去了。说完这些话，黑牛就用袖子擦干了眼泪，然后转身离去了。黑牛，你一定要活着，咱们以后一定要再见。黑牛听了这话，止住的眼泪突然又唰地流满了全脸，但是他没有回头看，而是改用跑得快速离开了。冷月看着这一幕，心中感叹，小孩子之间的友谊是最真挚的呀。英婶儿、月儿姑娘，你们家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家恐怕是无以为报了。即使后面还了粮食，但恩情恐怕是一辈子也还不完。所以我们决定以后为奴为婢伺候你们家，请你们不要拒绝我们。行，那你们等会儿牵了卖身契。在冷月看来，这未尝不可，因为这一路上他总不可能免费护着他们，而且家里以后肯定也是需要奴仆的，与其去外面买，还不如要这些知根知底的人。就这样，由许青云执笔写了几份卖身契，并在众人的见证下，姚桂花一家6口都摁了手印。随着一阵饭香味飘远，然后在空气里弥漫开来。吃饭了，赶紧吃完，不然一会儿流民就涌过来了。众人也知道，每次做饭都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流民们闻到香味就会发疯，从而不要命的冲上来。就这样，众人不怕烫的呼噜几口就把粥给干完了。就在他们收拾锅碗瓢盆的时候，一群流民疯狂地涌了过来，赶快拿起家伙备战。人群里所有的男人都是立马拿起了随身携带的刀，然后一脸凝重地挡在了女眷孩子们的面前。流民们因为饥饿过度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刀的存在，一股脑地冲了上来。都给我上！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了，不要手下留情。冷月暴喝道。一时间，众人咬牙冲了上去，
瞬间和流民们混在了一起。随着一声声的惨叫声，很多流民倒了下去。流民同伴被惨叫声和血腥的场面给吓得回了神，纷纷后退了回去。他们是饿疯了，但是不代表不怕死，起码人活着才有希望嘛。求求你们行行好，给我们吃一口东西吧，我们快饿死了。见去抢有生命危险，很多人都是识相的跪在了地上，然后痛哭的祈求着：你们走吧，不是我们不想救你们，而是我们救了你们就会饿死我们自己，我们又不是蠢货，干嘛会做这种蠢事？你们这么多粮食，怎么可能会饿死呢？肯定是你们狠心不想救我们。是啊，你们的粮食起码有好几千斤，怎么会不够你们吃的？你们的心好狠啊，上天肯定会惩罚你们的。听了这话，冷月突然冷笑一声：你们既然这么能说会道，那就赶紧说动上天给你们调粮食下来。粮食是我们辛苦攒的，没有义务去救你们，该救你们的是朝廷，你们怎么不去京城讨伐，来这儿干什么呢？你们撑不过到南部的，京城路程只是南部的一半，而且那边可是富庶的很，粮食大把，皇帝肯定看不得你们饿死的。他就是故意挑拨他们的，想让他们改道去京都，他就想看着这无良的朝廷乱起来的感觉。就这样，一大部分流民被冷月挑拨，然后改道去了京都，只剩下了一小部分还坚定地往南走。姑娘，他们都走了，你能不能施舍点吃的给我们家孩子？他已经3天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了。姑娘，我们做父母的死都无所谓，但孩子，我们想他能活着，只求您开开恩，给他一点吃的。冷月咽了咽有些灼热的喉咙，淡声开口道：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救了你们这一次，那你们下次怎么办？只是延缓了2天的生命，你们觉得有必要吗？不是他狠心，而是如果做这些是无用功，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，那真的是长痛不如短痛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呢？这世道已经容不下我们了，上天怎么不开开眼呢？至少皇在前给我们一点提示啊！至少我们还能从蝗虫嘴里抢下一些吃的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！突然，冷月走过去，打开了他的箱子，从里面取出了一罐梨罐头，又舀了几斤米，包进了一张油纸里，然后拿过去递给了那对夫妻。这个透明罐子的东西给你儿子吃，这米给你们，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的期望，能够活着到达南部。如果活不到，那让这个孩子在这生命的尽头尝上几口甜的也好，起码是甜着离开人世的。姑娘，您就是我们的暂时恩人，如果我们能活着去到南部，我们一定为奴为婢，报答您的恩情。休息了一会儿之后，冷月就带着众人又继续赶路了。日落西山，晚霞满天，冷月一行人越走，遇到的流民就越多。目前为止，已经遇到了3波流民抢劫了。每波流民看到他们，原本呆滞的眼睛都会迸发出饿狼一样的目光，但是都被林刚他们这些走在地上的男人给解决了。每次的解决都能震慑一波，反反复复，循循环环，把林刚他们的拳脚都锻炼得愈发熟练了。此时，皇宫内的一处奢华宫殿内，传出了一阵阵女子银铃般的笑声，隐约还伴随着歌舞乐器的声音向外飘去。刘恩站在宫殿门外的楼梯下，听着里面作乐的声音，他的心沉了沉。他想不到，曾经还一腔抱负的皇帝，如今已经是如此荒唐了。他实在是对不住先帝的委托呀。唉，说实在的，他是一步也不想踏进这奢侈萎靡的宫殿中。但如今，南部瑞王连夜派人给他传了消息，告诉他如今突厥国预备攻打华阳国，让他务必让皇帝收兵，不然内外忧患，华阳国肯定会被狠狠地重创一番。他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家战火连天，生灵涂炭了。之前灾情的事情他也劝过，但是没有用，所以后来也就放弃了，想着再怎么样难民还可以迁徙南部。没成想后面还发了大水，爆发了泥石流，死伤惨重，更严重的是还爆发了瘟疫。是的，刘恩这几天知道了灾区爆发瘟疫的事了。因为当初被冷月挑拨的那些流民，前几日已经来到了京都，也幸亏御林军多，才在城门口挡住了他们的进来，不然带着瘟疫的流民一旦进入城内，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。由于目前御医们还没有研究出解决瘟疫的处方，
只知道感染瘟疫而死的人必须火化掉。所以为了不让流民们传染瘟疫进来，皇帝居然命令御林军全部射杀了这些流民，尸体还都被抬去城外火烧了。回想这一幕幕的惨状，刘恩的心此时就像被烙铁烙过一样疼痛。如今他能做到的就是按照瑞王的吩咐，赶紧劝皇帝撤兵。刘太师，不知道您晚上前来有何要事？皇上吩咐了，不让人打扰他。你速去里面禀报皇上，说刘恩前来有非常重要的要事相谈，让他务必宣见。那守卫十分为难，一边是皇帝，一边是皇上的太傅。刘恩见守卫犹犹豫豫的，便一把推开了他，自己走了进去。刘恩一进来就看到了这让人羞耻的画面，他突然很想走出去，但是一想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生生的忍住了。皇上，刘恩前来求见。这句话打断了华连旗，于是华连旗怒道：给我滚出去！刘恩听了他的话，不为所动，还是低着头杵在那里，把莲池里的妃子都羞得直哆嗦。大约过了半炷香，刘恩，你如今这般大胆了，居然敢闯入殿内不肯走。说，你如此急难是所谓何事？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朕定要问你的罪。皇上，您该立太子了。好你个刘恩，合着你今晚前来就是为了劝朕立太子的？朕告诉你，朕还能活几十年，这华阳国的江山永远是朕的。刘恩就猜到他会这么说，他是他多年的太傅，他的性格他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占有欲强又没有才能。皇上，既然您都说了华阳国的江山都是您的，那如今突厥国不日就来趁乱攻打咱们华阳国，你预备如何去做？什么？突厥国不日就来趁乱攻打咱们华阳国，你预备如何去做？什么？突厥国准备攻打咱们华阳国？你是哪里来的消息？朕怎么不知道？皇上，如今不是问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时候。如果您还记得我是您的太傅，还相信我，您就赶紧撤兵回来吧，不然突厥国就会趁着咱们南北两部两败俱伤的时候趁虚而入，到时候估计咱们华阳国就会面临着生灵涂炭、国家危亡的局面了。说，是不是华元瑞派你来游说朕的？朕才不相信突厥国会攻打我华阳国，当初可是签了30年的停战协议，谅他们也不敢违背协议。皇上，突厥国好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协议对他们现在来说算个屁，以他们的性格，不在这个时候咬上咱们几口就不像他们，况且协议也就只剩下2年而已。刘恩，朕谅你是朕曾经的太傅，已经算是对你客气了，你再这样帮华元瑞，朕定拉你去砍了。皇上，滚出去！再不滚出去，我就诛你刘家9族！刘恩红着眼睛看着面前比他看起来还苍老的华连旗，终究是死心了。皇上，容微臣说最后一句话。说，请容许微臣告老还乡，微臣的年龄也到了。如今他的心已经彻底死去。你是认真的？微臣认真的，请皇上看在微臣曾经辅导过您的份上，就允了微臣吧。华连旗见他拿恩情来说话，就生气的允了他，还让他明天就不用来上朝了。就这样，一代帝师落寞决绝的退场，从此朝廷又少了一位能做实事的能臣。华连旗终究会为他的愚昧不堪而买单。翌日清晨，瑞王府，王爷，今天早上收到刘太师的飞鸽传书，他说竭尽所能也未能说服皇帝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华元瑞整个人都气炸了。华连旗这个蠢货，这种时候还大小事不分，就知道整日寻欢作乐，求长生不老。本王看他过几日还能笑得出来不？阿威，你去通知京都的探子，让他们到处散布消息，就说皇帝只知道寻欢作乐，连突厥国即将攻打华阳国也置之不理，让百姓们赶紧往南逃。另外，你亲自去通知岳将军，让他退守徽州城，不要再理会北部的挑衅，并告诉他从现在起要保存兵力，知道了吗？属下遵命。暗卫点头，说完便立马去执行任务了。一场秋雨下过之后，气温变得更低了。恩人，走过这一片山路，前面就是中州的最中部了，再往下不久就是南部的徽州和荆州了。不知道您是想走哪一边？许青云的询问，冷月没有给他直接的回答，而是反过来把问题抛给他。你觉得应该走哪一边呢？恩人，走过这一片山路，
前面就是中州的最中部了，不知道您是想走哪一边？你觉得应该走哪一边呢？许青云沉吟片刻，缓缓道来：青云觉得该往荆州方向去。哦，为何？因为徽州是南部的边防地区，如今更是在打仗，一是咱们很难进去那里，二是战乱危险，对如今的咱们来说不宜犯险。许青云的分析让冷月起了兴趣。那你顺便给我分析一下南部所有的地区。青云对南部很多地域只是有大概的了解，如果恩人想听，那青云就给您讲解一番。南部有6大州，分别是徽州、荆州、江州、梧州、益州、渝州，其中被称为鱼米之乡的徽州是目前所有州里最富饶的。听到这里，冷月便问道：那瑞王府在徽州？许青云笑着摇了摇头：不是，瑞王府坐落在著有美名之称的梧州，青云去过那里，风景确实美不胜收，一到春季烟雨蒙蒙，如画卷一般。听说玉贵妃，也就是瑞王的母妃，家乡就是那里。冷月听完，心里有了大概的了解。与此同时的京都内正在遭受着突厥国的猛烈袭击，华连旗如今就如同是鼠辈一样到处窜逃。这次突厥国带兵的是他们的2王子哈萨卡布，最英勇善战。给本王冲，拿下华阳国的京都，人人有赏。突厥国的士兵听到有奖赏，个个更加卖力杀敌。不一会儿，华阳国的御林军就全军覆没了。也幸亏之前华元瑞让探子散播了消息，让一部分的百姓南迁了，不然百姓肯定会遭殃的。皇上，咱们能躲得过吗？应该可以躲得过吧，只要他们不大肆搜索的话。华连旗的声音也在发着抖，一想到如果被突厥人抓到，他就彻底完了，身体就控制不住的颤抖。没想到他的长生不老之术还没有练成功，就要面临此灾难。希望这次是有惊无险，请祖宗保佑他安全渡过难关。结果刚刚想完，藏身的门就被撞开了，迎上他的是一双双深邃又凶狠的眼睛。就这样，华连旗和董文博被捕了。突厥国暂时还不想杀华连旗，因为还想拿着他试着来和南部做个交易，毕竟两部再怎么不和，这位都是他们华阳国唯一的皇帝。徽州城内，王爷，如今突厥国传来书信，城已经抓捕了皇帝华连旗，要我们以南部3座城池换皇帝的命。华元瑞讥笑：哼，这是做梦呢？这突厥国的王子有病吗？不是早就知道我们华阳国南北2部不和吗？去回信突厥国，告诉他不可能，让他们做梦去吧。华连旗的命他巴不得没了，如今能借突厥国的手除掉他，对于他来说是再好不过了。而且只要华连旗一死，那反突的北部军队肯定就会转身投靠于他，这么一举两得的事儿，他是傻子才会拒绝呢。阿依就知道瑞王会如此，他过来禀报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。2天后，哈萨卡布收到了南部传来的消息。哼，既然他们不愿意交易，那就把这个皇帝当着他们百姓的面给杀了，让他们看看咱们突厥国的厉害。下属领命之后，便立刻去执行了。带朕去见你们的王子，朕有筹码，朕可以教他练长生不老之术。求求你们，带朕去找他。就这样，在华阳国101年冬，2任皇帝华连旗身死在了京都的街头。对于京都已经被突厥国攻陷的事儿，冷月等人还一无所知呢，因为他们正又忙着赶路呢。再翻过这个山路，咱们就到了南部的荆州边界了。那月儿啊，咱们以后就定居在荆州啦？不是，我们还要继续往前面走。啊，那是还要去下一个州才定居？不怕告诉大家，我打算去他们南部未开发的海域地区定居。冷月这话一出，大家都是一脸的疑惑。月儿姑娘，咱们干嘛要去未开发的海域地区啊？听说那边荒无人烟的，粮食都估计种不活。是啊，月儿，你春来叔说的没错，大舅娘也这样觉得。表妹，咱们真的要去那边吗？为什么不在最繁华的地区定居呢？如果你们相信我，就跟着我一起走；如果不相信我，下个州府你们就可以自己决定留下了。我会给你们一些粮食，让你们的温饱有保障，因为边堡那边肯定是受到了影响的。大家听了他的话，都是沉默不语，似乎在思考如何抉择。月儿姑娘，你们去哪儿，我们一家就去哪儿。姚桂花笑嘻嘻地说道。对于他来说，即使不是卖身为奴，
只要是跟着冷月去哪都可以。月儿姑娘，你们去哪儿，我们一家就去哪儿。你们以后会为你们今天做的这个决定自豪的。这句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馈，因为几年之后，他们一家肯定会改头换面，变得自豪无比。月儿啊，反正你去哪儿，咱们家里人一定会跟着你。林婆子忍不住朝着他大哥大嫂劝说道：“大哥大嫂，你们和月儿路上都相处了这么久了，也该知道他做事情啊是深思熟虑的，靠谱。他既然说了去那里定居，那肯定是对那里有把握的呀。”娘，你别劝大舅他们，让他们自己考虑。冷月不想现在劝着人过去，到时候万一有什么不好的，他们心里埋怨他，那就不好了。小姑、月儿，我们家决定了，还是决定跟着你们走。最终胡氏家还是没能决定一起走，因为他们赌不起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虽然冷月很厉害，但是还不足以保障他们未来衣食无忧，所以他们一家还是决定留在繁华一些的南部地区。冷月对于他们一家的决定没有异议，毕竟人各有志，总不会许诺他们过去就一定过得很好。那这样的人只能共富贵，不能永远共患难。主人，咱们今晚又要捕猎吗？你说呢？你都多久没出来运动了？距离上次已经快10天了。你没注意你最近胖了一些吗？啊，人家怎么会变胖呢？人家明明没有吃多少东西嘛。你那是没吃多少东西吗？每天不是啃人参，就是吃饭睡觉，是个人都胖成猪了。即使你是一只虎，那肯定也会有多少胖一些的。还有啊，家里的人参所剩不多了，最近得要勤快点出来找。听明白了没？明白了，主人。反正他不相信自己胖了，顶多就饱满了一点点而已嘛。走了，咱们今晚去竹林那边看看，那边阴凉潮湿，应该会有好的药材。就这样，一人一虎又开始了他们今晚的行动。此时，西边的帐篷外，许秀才呀，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月儿啊？许青云被林婆子问得脸红发烫，心想：难道他平日里表现出来了？婶子，您误会了，青云没有喜欢恩人。哎呀，你别骗婶子啦，婶子都瞧出来了，婶子是支持你们的。婶子，您看错了，青云对恩人只有敬佩与感激。许青云还在狡辩着，见他这样，林婆子就自讨没趣的回去帐篷里睡觉去了。许青云望着离去的林婆子，神情落寞了下来。他好不容易告诫自己不要有奢望，却在刚刚的一句婶子支持你们中，差点失去了以往的坚持。嘿，花熊，是你吗？花熊，是啊，艾玛刚睡醒就闻到你的气味，起初还不确定呢，结果还真是你啊！哎，你咋过来这边的？花熊，这货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伙伴？貌似他一直是跟他在一起啊。难不成是以前弯月村深山里的伙伴？那也不可能啊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他是怎么过来的？冷月站在一旁心想：我和我主人过来的呀。你主人是你旁边站着这个母人类吗？还别说啊，长得还挺俊的啊，嘿，不错，有眼光。凌波，你好朋友是独自一只熊过来这么远的地方吗？主人，是啊，花熊这货天生爱吃竹子和水果，之前还和凌波抢过水果呢。估计是咱们那边的深山里没有他吃的了，所以他才会跑过来这边。那你还真不如人家，你看他一只熊都敢跋山涉水过来这么远的地方，你一只虎，胆子都还没人家一半大。凌波被数落了，也没有不开心，因为毕竟人家花熊确实比他厉害，比他胆子大。主人，要不你把花熊也带进家里来吧，这样您不在的时候，凌波也能有个伴。你想得倒美，家里又不大，养你一只虎已经就够了。再说了，你那好朋友整天吃竹子，总不好你让你主人我给他整一屋子竹子放家里吧？主人，咱们家的阳台不是可以放竹子吗？凌波锲而不舍地央求道。你别想了，赶紧去做正经事吧啊！冷月说完就率先走了，留下凌波在后头委屈巴巴地跟着。此时徽州城内，华元瑞正在太守府听着朱正汇报着各个县的灾情处理情况。王爷，如今咱们徽州的6个县已经基本上安顿好了百姓，而且房屋的修葺也已经基本上弄好了。再者，徽州近来又涌入了大量的北部流民，眼看着就要容纳不下了。华元瑞的眼睑微微向下，思索片刻之后，便朝着他淡声说道：“你先有多少就接收多少，然后多出来的就安排到益州去，益州人口不多。”
益州相对于其他州穷了点儿，而且盆地居多，不好开荒，看来得派一些专业人士去那里考察一番了，看看能不能解决开荒的问题。收到，王爷，下官今天就安排下去。朱正原先也是这么想的，益州缺人，而且荒地相对于其他州来说比较多。早期他在那里做县令的时候，就经常为了开荒地而头疼。待华元瑞回到军营之后，安一便立刻进来汇报消息了。王爷，如今北部的士兵已全部被岳将军编入麾下。哼，好，替本王告诉岳将军，今日要勤加练兵，过段时间咱们就要冲入北部，向突厥国夺回咱们北部被掠夺的城池。此时冷月等人也是刚刚抵达了目的地，因为是未开发的地区，没有官员驻守以及管辖，所以不需要经过官府的同意才可以进入此地域。哎呀，月儿啊，这大海可真大呀，看都看不到头。大海之所以叫大海，那肯定是因为面积宽广无比，一望无际啊，这才被世人称之为大海。还是小妹有见识啊。冷山挠着头憨笑道，想着终于不用再跋山涉水了，一旁的小林氏开心极了。哎，小姑呀，你说咱们在哪里盖房子好一些呢？咱们盖房子就要选在树木多的地方，而且地势不能低，因为这边夏季会刮大风，有时候还会有暴雨。树木多的话可以削弱一部分大风带来的影响，地势高一些的话也不会被雨水浸到。啊，那小妹，那到底是在哪里建？哎呀，你就不能等你小妹把话说完吗？啊，急哄哄的，我都没急，你急个啥呀？娘，大哥也是关心而已，而且到时候盖房子最辛苦的还不是他。月儿啊，那你说咱们这两家的房子建哪儿呢？冷山无语了，他娘刚刚还怪他问呢，现在自己又问上了，真是搞不懂啊。就盖在咱们后头树林后面，离海还有1000米，地势也高一些。冷月的这个决定大家都同意，反正是他说的，他们就无条件相信就好了。今天大家先休息一天，明天开始大家就要忙碌起来了，除草的除草，伐木的伐木，挖地基的挖地基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。大家听到冷月这么说，心里没有觉得什么，毕竟他们以往忙碌惯了，再次忙碌起来也只是延续以往的生活而已。那小姑，今天既然休息一天，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海边玩一玩？大家都去玩一下吧，反正潮水已经退去了。但是大家都不可以往深的地方走，只能在看到沙子的地方玩，知道了吗？冷月不得不提前告诫一下大家，毕竟在23世纪，在海边淹死人的事故不少，他可不想开心的事变成了伤心事。